林婉觉得自己的工位就像是一个随时能被撕下来使用的职场便利贴。他坐在创宇科技公司最角落的隔间里，头顶的日光灯总是闪烁不停，发出嗡嗡的噪音，就像他那颗长期处于超载状态的大脑。桌上堆满了各种表格、文件和同事们顺便塞给他的杂活儿。今天是周五下午5点，整个办公室开始弥漫着周末前的躁动，而林婉面前赫然摆着一份需要连夜赶出来的 Q3 市场分析报告。这份报告原本是赵小雨的任务。赵小雨林婉在公司里最好的朋友，一个有着甜美笑容和八面玲珑交际手腕的女孩。就在半小时前，小雨扭着她那最新款的包包，踩着高跟鞋，像只优雅的白天鹅一样滑进了林婉的隔间。婉婉，我的救星。小雨的声音甜得发腻，让林婉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但她心里清楚，这甜味后面藏着一根倒刺。林婉放下手中的咖啡杯，揉了揉发酸的脖子。小雨，怎么了？这报告不急吗？小雨夸张地叹了口气，身体微微前倾，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那眼神要是换个场合，林婉简直要以为自己是那个欺负她的人。哎呀，我妈突然来了电话，说我舅舅从国外回来，非要全家聚餐。你知道的，我不能扫了家里人的兴。这份报告的框架我都搭好了，就差你这个数据小能手帮我把那几个关键模型跑出来，再润色一下结论了。可是我手头还有张经理让我在下班前交上去的费用报销汇总。林婉试图拒绝，但声音却小得像蚊子哼。在职场待了3年，她学会了在键盘上打出漂亮的图表，却始终学不会对人说一个响亮的不字。小雨立刻握住了她的手，语气带着一丝近乎哀求的亲昵。亲爱的林婉，我知道你最好了，我的升迁机会可就全靠这份报告了。你帮我这次，我一定请你吃大餐。我们是最好的闺蜜，对不对？而且你做的东西张经理最放心了。最后一句话像一把钝刀刺进林婉心里。张经理当然放心，因为林婉做的东西从来都无可挑剔，而且永远不会跳出来邀功。好吧，你把档案传给我。林婉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心中的不满如同一团湿棉花，沉甸甸的压在胸口。他知道那顿大餐8成会变成一杯连锁咖啡店的免费拿铁，而他今晚注定要与数据和模型为伴。小雨一听，立刻笑靥如花，在他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我就知道婉婉最够义气了，等我好消息。说完，他像一阵香风般消失在办公室里，奔向他那丰富多彩的周末社交生活。林婉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报告档案。小雨所谓的框架不过是几个空白的标题页，他自嘲地笑了笑，认命地开始了工作。周一早上，林婉顶住黑眼圈走进办公室，而会议室里传来了张经理赞赏的声音。小赵这次的市场分析报告做得非常到位，数据详实，逻辑清晰，尤其是那个关于用户画像的模型很有洞察力，这证明小赵是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的。我看这次部门季度优秀员工非小赵莫属了。林婉站在走廊上，手里拿着2杯咖啡，一杯是为自己提神，另一杯则是为张经理准备的。他看住赵小雨站在投影幕前，一脸谦虚却难掩得意的笑容，接受着众人的掌声和艳羡的目光。小雨的眼神恰好扫过林婉，她的笑容凝固了1秒，随即又扩大，但那眼底深处，林婉捕捉到了一丝警告和一抹胜利者的轻蔑。这时，另一位女同事陈芳走过来，轻轻撞了一下林婉，压低声音，语气充满了酸意。看吧，这就是人家周末约会都能升职的秘诀。晚上咱们部门几个姐妹要去东区一个新开的酒吧，听说那儿富二代特别多，你要不要一起来开开眼界？林婉摇摇头，笑得有些勉强。不用了，我周末要整理一些数据，而且我对那种场合不太适应。陈芳发出一个不以为然的啧声，语气带着一丝同情和不屑。林婉，你这么闷下去怎么行？别说升职了，等着被淘汰吧，整天只知道埋头苦干，功劳都是别人的，活该给人当嫁衣。说完，他也走开了。看住同事们将小雨簇拥起来，林婉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和愤怒。3年了，他埋头苦干，熬夜加班，换来的只是最好的朋友的背叛和同事的嘲讽。他终于明白，这不是能力问题，是生存方式的问题。当晚，林婉拒绝了所有外卖，独自一人走进了家附近的二手书店。他漫无目的的在励志成功的书架前徘徊，心头的郁结让他连看书的力气都没有。就在他准备放弃时，目光无意间被一本封面设计的极为艳丽，书名却直白的有些俗气的书吸引了。
书籍上烫金的字体写着心机人生，如何让世界为你服务。林婉鬼使神差的伸手取下，他翻开扉页，第一行字赫然写着：善良是没有牙齿的美德，在这个世界，你需要一副精致的獠牙和一张人畜无害的笑脸。林婉的心脏猛地一跳，仿佛有一道闪电击中了他，他捏紧书本，第一次他没有将它放回原位，而是直接走向了柜台。今晚林婉决定不再当那个任人宰割的职场便利贴了。林婉家中的小书桌上不再是堆满了财报和数据分析书籍，取而代之的是那本封面带着浮夸烫金字体的心机人生，如何让世界为你服务。周末2天，林婉几乎足不出户，将这本书当成了圣经。这本书的作者署名魅影夫人，文字风格犀利又毒舌，完全颠覆了林婉过去奉行的努力就有回报的职场哲学。他摊开笔记本，一字一句地写下书中的心机人生3大原则。1. 视觉欺骗术的 look， 你可以没有钱，但你不能看起来没钱，永远要用你的外表为你的谈判桌争取10分钟的开场时间。林婉看住镜子里素净的近乎苍白的脸，以及那套穿了3年毫无版型的灰黑色职业装。他以前觉得能力比外表重要，但现在他想，如果连看你一眼的兴趣都没有，谁会去探究你的能力。2. 情绪引导术的 smile， 笑脸迎人不是真善良，是最高级的麻醉剂。你的笑容必须让人感到舒适、安全，并在潜意识里降低对你的防备。林婉试着对住镜子练习微笑，她发现自己不是皮笑肉不笑，就是笑得像在嘲讽别人。那种带着3分羞涩、7分自信，还能让人心软的绿茶式笑容，简直是一门深奥的表演艺术。3. 价值转移术的 switch， 活不是用来做的，是拿来发配的。记住，你的价值不在于你能做多少事，而在于你能让别人为你做多少事。林婉的手指轻轻扣击住这句话，赵小雨就是这方面的宗师，她总是能用一个吻、一句好闺蜜，轻轻松松把最核心的工作转移给她，而自己则带着报告去领功。周日晚上，林婉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砸钱。她拿出3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虽然不多，但足以为她购买一套崭新的战斗装备。她扔掉了那些死气沉沉的黑白灰，买了几套剪裁得体的米白色套装，一件设计简约但能凸显腰身的连衣裙，还有一双让她走起路来都会不自觉挺直腰背的7公分裸色高跟鞋。周一早上，林婉站在公司电梯前，深吸了一口气。她今天穿着一袭杏色的连衣裙，头发微卷，化了淡妆，脸颊上那一抹轻微的腮红，让她看起来既柔和又精神。她不再是那个浑身散发着好欺负气息的便利贴了。叮，电梯门开，里面站住的正是陈芳和赵小雨。赵小雨第一眼没认出她，目光扫过林婉后又猛地缩了回来，眼神里充满了探究和一丝不悦。哎呦，这是谁啊？林婉。陈芳打量住她，那眼神像是在扫描一件不属于这个地方的物品，语气酸溜溜地带了一点讽刺。怎么突然知道打扮了？周末去参加什么相亲大会？林婉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她在镜子前练习了无数次的7分自信微笑。她没有反驳，也没有辩解，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没有，只是觉得换个心情，工作效率会更高。赵小雨此时笑得略显僵硬，婉婉最近是变漂亮了，不过你这衣服是哪个牌子的？看起来料子不错，肯定很贵吧？你是不是该省点钱啊？这话看似关心，实则是在提醒林婉他们之间阶级的差距。林婉心里冷笑，但脸上却保持着无懈可击的笑容，轻柔地摇了摇头，这不是重点。小雨，听说张经理早上要你提交一份新的数据汇总表，我刚在茶水间听到他在找你。他巧妙地将话题从自己敏感的经济问题转移回了赵小雨的代办事项上。赵小雨的脸色果然变了一下，原本略带优越感的表情被焦急取代。什么新的汇总表？他怎么没告诉我？林婉一脸无辜地耸了耸肩，可能太急了吧，我在你桌上看到一张留言条了。电梯到达楼层，赵小雨几乎是冲了出去，急匆匆地奔向自己的工位。陈芳看住林婉，眼神复杂，没再多说什么。这是林婉第一次成功将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出去，她学会了最好的防守永远是进攻，哪怕只是用一个不痛不痒的小情报。下午3点，林婉的隔间里，手机响了，是赵小雨传来的讯息，带了一个哭泣的表情符号。婉婉，你能帮我把这周的会议记录整理一下吗？张经理要得急，我现在手头这个汇总表已经快忙死了，你打字快，帮我个忙嘛，拜托了。
这是个完美的实战机会。以往林婉会默默接过工作，然后熬夜完成，但今天他决定执行价值转移术。林婉拿着一杯茶，悠哉地走到赵小雨的工位前，没有立即答应。小雨，你的汇总表怎么了？遇到困难了吗？林婉的声音温和得像一汪湖水，让人听不出任何拒绝的意思。小雨抬起头，一副被压垮的样子。可不是嘛，这个模型跑起来太复杂了，我简直要崩溃了，我哪有时间管什么会议记录啊？林婉露出一个带住同情但又理性的表情。这样啊，那你应该跟经理说你现在的状况。会议记录确实不重要，但你的汇总表才关乎我们整个部门的业绩。这样吧，我去跟经理说一声，让陈芳来帮你做会议记录，他今天下午好像没什么重要的活。赵小雨闻言一愣，脱口而出，可是张经理知道你打字最快。而且他顿住了，眼神闪过一丝慌乱，他差点说出，而且你最不会抱怨。林婉立刻接上话，语气充满了为你着想的真挚。别担心，我会告诉经理，是你为了专心处理核心数据才让陈芳代劳，这叫资源整合，经理会欣赏你的判断力的。林婉没有说不，他只是将烫手山芋转移给了更合适的人。这不仅让赵小雨欠了他一个人情，虽然这个人情很虚伪，还将陈芳拉入了苦力的行列。赵小雨盯着林婉的新裙子、新发型和那双清澈的让人看不透的眼睛，这个林婉似乎有点不一样了。好吧，那就麻烦你去跟陈芳说一声，跟经理那边就拜托你了。赵小雨的语气有些迟疑，他发现自己对这个曾经的便利贴失去了某种控制感。林婉轻轻一笑，将手中的茶杯放在了赵小雨桌边，转身离开。他知道心机人生的第一课，他已经以一个微妙的胜利收场。在林婉成功让赵小雨和陈芳互相接盘了苦力活后，他发现了一件事，心机术的最高境界不是让人痛苦，而是让人心甘情愿地为你服务，同时还觉得你是为他们好。几周过去，林婉不再是那个下班就消失的便利贴，她学会了在茶水间制造巧遇，用恰到好处的甜笑和几句无伤大雅的捧杀话术，让那些曾经嘲讽她的女同事们都对她产生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好感。他们觉得林婉变漂亮了，也变开朗了，但又说不上哪里怪。这天下午，林婉找到了一个让陈芳尝点苦头的机会。陈芳负责联系公司一个重要客户的续约事宜，但他向来粗心大意。林婉在整理旧文件时，装作不经意地走到陈芳工位旁。陈芳姐，你这几天都跟住客户忙，辛苦了。林婉的声音温柔得像丝绒。陈芳正忙住打电话，敷衍地应了一声，哎，别提了，那个老狐狸难搞得很。林婉将手里的文件夹放在桌上，轻轻叹了口气，是啊，不过我看这个客户的合约，好像有一个细节你可能漏了。我记得星际人生里提到，对待难搞的对象，必须先让对方觉得你帮了大忙，才能谈判。陈芳挑眉，什么细节？还有你又看什么怪书？你看这个。林婉指着一份旧合约的备注栏，那上面记载了客户的一项隐藏需求，他们对合作伙伴的公关活动场地有严格的风水要求，如果能在续约前先帮他们把这个风水问题搞定，比什么饭局都管用。我只是顺便看到，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啊。林婉说完，立刻故作谦虚地退开。陈芳盯着那个备注，脸色逐渐凝重，这是他完全忽略的细节。如果他能提前准备，这单肯定手到擒来。但他立刻意识到，林婉的提醒并非完全无私。林婉，你怎么知道这些？陈芳警惕地问。林婉笑得云淡风轻，以前整理文件时随手记的。你知道我记性比较好吗？不过这事儿你知道就好，别让别人说我多管闲事。陈芳心里暗骂林婉心机深沉，但这个情报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立刻收起轻蔑，换上一张感激的笑脸。婉婉，你真是我的福星。上次的会议记录谢谢你让小雨帮忙，这次又帮我大忙。为了谢谢你，明天晚上有个顶级私人俱乐部的聚会，你一定要来。私人俱乐部？林婉故作惊讶。对，圈子里的人都知道，那里是吊凯子的天堂。你不是刚买了新衣服吗？别藏着掖住了，去那儿开开眼界，总比在办公室里当老妈子好。陈芳的话语里带着一丝施恩的优越感，他觉得把林婉带进那个圈子，林婉就会永远感激他。林婉心里清楚，陈芳是想让他当绿叶，显得自己更光彩夺目，但这恰好是他需要的机会。周六晚上，城郊一处隐秘的高级会所灯火辉煌，林婉穿着她那件米色的修身连衣裙，踩着高跟鞋，站在巨大落地窗前，俯瞰着都市的万家灯火。
他没有选择过分性感的装扮，而是选择了优雅与专业的结合，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刚参加完商务酒会，偶然路过这里的精英。这种不经意的美丽，正是星际人生强调的最高级别的视觉欺骗术。陈芳则穿得极尽华丽，很快被一群围绕着某个角落的男士吸引过去。林婉并没有急着加入战局，她像个观察者一样，端住一杯气泡水，静静地分析住场内的生态。很快，她锁定了2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众星拱月般的中心人物陆景琛，他被称为陆氏集团的少东家，年纪轻轻就凭借一己之力在科技创投领域闯出了名堂，能力毋庸置疑。此刻，他穿着一身低调的深蓝色西装，靠在沙发上，身边围绕着至少5个身材火辣、妆容精致的美女。陆景琛偶尔抬手，脸上带着一丝冷淡的礼貌性微笑，那是一种对周遭的浮华和讨好熟视无睹的傲慢。林婉知道，这个男人就是他通往权力与财富的钥匙。第2个目标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叫顾岩，是陆景琛身边少数几个西装革履的男士之一。他没有陆景琛那种天生的优越感，但眼神锐利，谈吐间充满了对行业的真知灼见。他正在与一位中年投资人讨论项目，逻辑清晰，自信洒脱。林婉听说过他，他是国内一家顶尖实验室的科研人才，能力出众，但却没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属于典型的潜力股。当顾岩结束谈话，准备走向吧台时，他的目光与林婉交织，他停顿了一下，眼神中没有那些富二代惯有的轻佻，只有一种欣赏和好奇。顾岩走过来，主动伸出手，带着一丝清爽的笑容。你好，我是顾岩，我好像没见过你，是新来的吗？林婉露出了她练习过的那种3分羞涩的微笑，轻轻握了一下他的手。你好，我是林婉，和朋友一起来的。2人聊了起来。顾岩惊讶于林婉对科技和金融领域的见解，这与他遇到的那些只关注名牌和包包的女人截然不同。他越聊越起劲，眼神中的欣赏愈发浓烈。林婉，你真的是一位很特别的女性，顾岩真诚地说道，语气带着一种发现宝藏的兴奋。明天晚上我能约你出来吗？我想请你帮我分析一下我现在手头这个项目的市场可行性。林婉看住顾岩，心里涌起一种熟悉的温暖。他知道，如果选择顾岩，他的生活会是充满奋斗、互相扶持的爱情，他会是他最好的精神伙伴。但就在这个瞬间，他的目光扫过陆景琛那边，其中一个女人在对陆景琛撒娇时，不小心将红酒洒在了他的衬衫上。陆景琛微微皱眉，但只是礼貌地接受了对方的道歉，表情没有太大变化。林婉忽然想起了赵小雨、陈芳，想起了3年来被踩在脚下吞下的所有委屈。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和他一起奋斗的潜力股，而是能让他瞬间站上顶峰的现成品。我要的是权力和财富的快车道，不是爱情和奋斗的长征路。星际人生的毒辣话语在他脑海中回荡。林婉收回目光，对住顾岩露出一个带住歉意的微笑。顾先生，我很荣幸，不过我最近可能比较忙，要准备一些很重要的事，但我会留你的联系方式，或许我们未来有合作的机会。他用合作而非约会来定位他们之间的关系，保持了距离，同时也维持了他专业精英的形象。就在顾岩略显失望的还想说什么时，林婉的目光突然转向了陆景琛那边，眼神中闪过一丝精明的光芒。陆景琛正准备离场，那个洒了酒的女人还在不知所措的道歉。林婉知道这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林婉对顾岩轻声说，不好意思，我看到那边好像有点小意外，我去一下就回来。她优雅地走向陆景琛，没有像其他女人一样急住递纸巾或道歉，她只是走到他身边，用一种恰到好处的音量对他身边的保镖说了一句，先生，这种高档丝质的衬衫沾上红酒要立刻用冰镇过的气泡水轻轻擦拭，不然会留下印记。陆景琛原本冰冷的目光终于转向了他，陆景琛那双深邃的眼眸终于转向了林婉，他的眼神里没有丝毫轻浮或欣赏，只有一种对突然出现的声音的冷静审视。林婉的心脏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虽然紧张，但脸上保持着一种训练有素的平静。他知道，此刻他必须专业，必须冷静，才能避免被归类为那群想要投怀送抱的女人。保镖听到林婉的话后，立刻有所动作，而刚才那个洒了酒的女人李佳妮则一脸不悦地看向林婉，仿佛她抢走了她道歉的专属时间。谢谢你的建议。陆景琛的声音低沉而有磁性，带着一丝疏离。他随手接过保镖递来的气泡水，对住衬衫上的污渍轻轻一喷，动作优雅，
但完全没有要跟林婉继续交谈的意思。林婉明白，此刻如果他再纠缠，就会功亏一篑。他没有继续攀谈，只是微微一笑，那笑容如同拂过湖面的微风，礼貌而得体。不用客气，陆总。林婉轻轻颔首，然后转身，仿佛他的使命已经完成，毫不留恋地准备离开。这一举动出乎陆景琛的意料，他身边的女人无一不是想方设法多留一秒，多说一句话。这个女人竟然说走就走。就在林婉走了2步时，陆景琛开口了，语气中终于带上了一丝好奇：“你是？”林婉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身，她的步伐和节奏完全按照星际人生里对顶级猎物的应对策略，永远让自己看起来很忙，而不是很闲。我是林婉，她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迅速将话题引导向商务。我在创宇科技做市场分析，我们公司最近的几个产品线正在寻求创投方面的合作伙伴。我知道陆总的目光很精准，或许我们未来有机会在正式场合上请教您的意见。他没有提吊凯子的聚会，而是提了创投、正式场合和专业请教。陆景琛眼中闪过一丝兴致，他对于那些只会谈论奢侈品和八卦的女人早已厌烦。林婉这番话至少让他听起来像是个有脑袋的职业女性。他抬起手示意身边的助理把你的名片给林小姐，回头把你的邮箱地址发给林小姐。好的，陆总。助理立刻上前递了一张名片给林婉。李佳妮在一旁气得脸色发白，她撒了酒，花了半小时才换来一句礼貌性的没关系。而这个刚出现的女人只用了一句话就得到了陆景琛的联系方式。林婉接过名片，再次礼貌的道谢，随后转身快步离开了会场，连跟顾言和陈芳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留。隔天，林婉便开始研究陆景琛的鱼塘，透过私下打听和一些半公开的社交媒体内容，林婉对陆景琛身边的人际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鱼塘里的鱼分成2种，正宫预备役的美女们数量众多，以李佳妮为代表，个个身材火辣，背景不俗，她们是陆景琛社交生活中的点缀。好哥们的势力男，这些人多半是家世普通，但能力尚可，他们围绕在陆景琛身边，蹭住他的人脉、项目和资源。其中最活跃的2位是周凯和吴哲。林婉首先决定对付李佳妮，她不是要让李佳妮难堪，而是要让李佳妮在陆景琛眼中变成一个低价值、麻烦不断的存在。林婉并没有直接联系陆景琛，而是先给他的助理发了一封专业邮件，附上了他对创宇科技某个新项目，当然是他自己虚构的简短市场分析，展现了他的专业能力。几天后，一个周二的下午，林婉在公司楼下的精品咖啡馆里，意外的当然是他精心安排的意外，遇到了正在和客户谈事情的李佳妮。李佳妮看到林婉，眼神中充满了敌意。哟，林小姐，上次的巨资大师怎么跑到这来了？你不是忙住你那个什么创宇科技的破项目吗？李佳妮阴阳怪气地说。林婉放下手中的咖啡，脸上保持着那种让人看不出情绪的绿茶式微笑，声音轻柔而无辜。李小姐，你怎么还记得我？我还以为你早就忘了呢。对了，你那天撒了陆总红酒的那件衬衫，后来处理钱进了吗？李佳妮脸色一僵。当然，一件衬衫算什么，那就好。林婉轻叹一声，语气充满了同情。我那天回家后查了一下，听说陆总特别喜欢他的设计师为他量身定制的丝绸衬衫，每一件都价格不菲，而且听说那件是陆总已故母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平时都不舍得穿的。这当然是林婉从星际人生中学到的，凭空捏造一个让人无法证伪的情感价值，可以瞬间将一个小错误放大为一个无法挽回的遗憾。李佳妮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她撒了一件价值不菲的衬衫，已经够糟了，如果是母亲的遗物。林婉看住李佳妮的反应，心里乐开了花，但表面上却依然温柔劝慰。不过你也别太担心，陆总这么绅士，他肯定不会因为这种小事怪你的，毕竟谁让你长得这么漂亮，他可能很快就忘了。他成功的给李佳妮留下了一个致命的心结，同时又用漂亮来堵住她的嘴，让李佳妮无法指责他是在挑拨离间。李佳妮盯着林婉，只觉得这个女人笑得越甜，心里越凉。她甚至开始怀疑林婉是不是故意在那天提醒她去自方法，让她更显得手忙脚乱。林婉则优雅的起身，对住李佳妮举了举手中的咖啡杯。李小姐，祝你今天工作顺利。说完，她转身离去，留下李佳妮一个人坐在那里，脸上写满了惶恐和不安。这是林婉鱼塘管理学的第一步，不是将竞争者推开，而是让他们自己感到压力，并在无意中犯下更大的错误。
林婉发给陆景琛助理的那封邮件，就像一粒精准投放到鱼塘中央的鱼饵。邮件内容并不是他所在创宇科技的真实项目，而是他利用业余时间，根据陆氏集团最近的几个投资方向，虚构出的一个潜力无限，但又充满技术挑战的市场切入点。邮件发出3天后，林婉收到了回复：林小姐，陆总对您的分析很感兴趣，希望您能择日到陆氏集团详谈。简洁、高效，充满了商务人士的风格。林婉知道，这10分钟的会面将是他改变人生的关键。他花了一整天准备会面资料，他没有穿过于柔美或性感的衣服，而是选择了一套剪裁犀利的深蓝色套装，头发整齐地盘起，脸上只有一层几乎看不出的精致裸妆。他要让陆景琛看到，坐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拥有专业头脑的合作伙伴。陆氏集团总部大楼顶层会客室，落地窗外的云层庞幅触手可及，脚下的都市像微缩模型。陆景琛比上次在会所见到时更显冷峻，他穿着一身合身的灰色西装，坐在长长的会议桌主位，翻阅着手中的文件，连头都没有抬。林婉深吸一口气，脸上带着自信但不失谦逊的笑容，像一位真正的专业人士一样入座。林小姐，这份关于元宇宙基础设施的市场分析报告是你个人完成的？陆景琛的声音没有温度，直奔主题。林婉点头，语气不卑不亢：是的，陆总，这份报告是基于我对市场的观察，与我个人职位无关，所以分析角度可能更为灵活。灵活？陆景琛抬起头，目光像扫描仪一样掠过林婉，最终停留在那张平静的脸上。你在报告中提到的几个数据模型和假设，与我们最近在评估的星网计划有高度的相似性。林婉心中一震，知道自己猜对了方向，他立刻接话，语速放慢但咬字清晰：能得到陆总的认可是我的荣幸，但我也知道星网计划在执行层面似乎遇到了一些阻力，特别是核心技术的整合与资金的运用上。这是林婉的第2步展示情报与专业深度。他知道陆景琛最近确实有个大项目不顺，而这个项目恰好与他的那群好哥们有关。陆景琛放下文件，终于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色：请直说。好。林婉没有废话，他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抽出几页资料，推到陆景琛面前。根据我的分析，星网计划在启动之初可能被一些非专业意见误导了。他没有直接点名，但话里有话。我注意到星网计划的前期预算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名为周五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小公司，这笔费用远超市场公允价格。林婉轻轻敲击着文件夹，语气充满了客观的专业色彩。根据我的了解，周吴公司是由周凯先生和吴哲先生共同成立的，他们2位都是陆总身边的好朋友。林婉的眼神闪过一丝精明，但语气却充满了为陆总着想的真诚。他完美的运用了心机人生的教诲，专业的指控永远比私人的抱怨更具杀伤力。陆景琛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周凯和吴哲正是他鱼塘里那2条最贪婪的食腐鱼，他们以好哥们的名义在他的项目里安插业务，赚取差价，甚至还会假借他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你的意思是他们在……陆景琛没有把话说完，林婉立刻接过话头，语气充满了惋惜：陆总，我不认为他们是故意的，或许只是周吴2位先生在专业判断上出现了偏差，毕竟他们的能力更偏向于社交公关，而非硬核的技术整合，但这种偏差对于您如此重要的项目来说是致命的。林婉这招堪称毒辣，他用能力不足而不是道德败坏来形容他们，既显得自己大度，又坐实了他们无法胜任的事实。对于极度看重效率和能力的陆景琛来说，能力不足比贪婪更不可饶恕。陆景琛沉吟了片刻，眼神愈发冰冷，不是对林婉，而是对周吴2人。林小姐，你今天提供的资讯和分析很有价值。陆景琛的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但这笑容更像是一种狩猎成功的预兆。他抬手按下内线，通知法务部和财务部立刻重新审查星网计划前期所有与周吴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相关的合同和资金流向。他转头看向林婉，眼神中多了一丝探究：林小姐，你是第一个敢在我面前如此详细的指出我身边人问题的女性。林婉优雅地站起身，没有因为成功而得意忘形，她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陆总，我不是来指责任何人，我只是来谈一场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您的时间很宝贵，不应该浪费在这些偏差上。陆景琛起身，主动走过来，伸出手：林婉，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创宇科技的合作，我会让助理跟进，但现在我个人有个项目需要一个信得过、能力强的顾问，你愿意考虑吗？林婉知道，这已经是他能得到的最好回报。他握住了陆景琛的手，触感冰冷而有力。我非常乐意。林婉的笑容甜美，但眼神像一块冰。他知道这一步已经稳稳地迈了出去。离开陆氏大楼后，林婉立刻打开手机，给远在办公室的赵小雨发了一条资讯：小雨，我今天去给一个大客户跑腿，你帮我把明天上午的报表整理好吗？我请你喝星巴克，你人最好了。他对付旧同事的伪善和对付陆景琛的专业切换得如同电竞选手般丝滑。他知道他还没能完全摆脱过去，但他正在一步步地利用过去，走向未来。林婉的个人项目顾问身份并非全职，而是以项目制的形式挂在陆氏集团旗下。这份身份看似清闲，实则让他拥有极高的自由度，能够以专业的角度无孔不入地渗透到陆景琛的工作和生活间隙。他深知，对于陆景琛这种级别的男人，你越是贴上去，他越是疏离。他需要的不是一个腻人的情人，而是一个能让他感到舒适、高效的附属品。上任第1周，林婉就将重点放在了新网计划的细节审查上。他连续几天从早到晚都待在陆氏的办公区，但他从不主动去敲陆景琛办公室的门，他只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像一块沉静的岩石。陆景琛偶尔会出现在顾问办公区，他会看到林婉戴着耳机，面对电脑，专心致志，周围的闲言碎语和八卦对他来说仿若无物。他的桌面上永远只有几份文件和一杯清茶，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花哨的零食。一天下午，陆景琛的助理小陈走过来，脸色有些为难。林顾问，李佳妮小姐刚才打电话来，询问陆总对下个月的私人慈善晚会有什么特别要求。他说他想以陆总新网计划的名义来操办，为项目预热。小陈压低声音，显然对这场晚会的意图心知肚明。林婉放下笔，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容。机会来了，私人慈善晚会。林婉语气带着疑惑，庞福这完全超出他的认知范围。小陈，新网计划是一个硬核的科技投资项目，目标受众是专业的技术投资人和政府机构，这么高调的私人晚会是谁建议的？小陈支吾道，是李小姐的意思，她说这能增加陆总的曝光度。林婉叹了口气，语气中充满了对陆景琛的担忧，但又带着对李佳妮的善意理解。李小姐的热心是好的，但她可能不太了解陆总的风格。陆总在圈子里出了名的低调，这种过度曝光的场合很容易让外界误以为新网计划是个华而不实的噱头。而且林婉轻轻一笑，慈善晚会的花销可不小，这笔预算如果要从项目中出，只怕会引来法务部的审查。陆总最近才刚清查了前期的资金流向，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不透明的开支。林婉没有说李佳妮贪婪，也没有说她爱出风头，只是点出了3个陆景琛最忌讳的词：华而不实、不透明开支、法务审查。小陈听得脊背发凉，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谢谢林顾问提醒，我马上回复李小姐，就说项目现阶段需要低调。别这么说，林婉温柔地制止了他，你就说陆总最近行程满当，不喜欢过度社交，而且他更希望用实际的技术突破来为项目发声，这样既给了李小姐面子，也传达了陆总的态度。心机人生第3条法则，借刀杀人，保持白莲。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当小陈用这种陆总口吻的回复传达给李佳妮后，李佳妮的晚会计划立刻胎死腹中。更糟糕的是，他感觉到陆景琛对他的厌恶，因为他差点为项目带来不透明开支和华而不实的负面影响。李佳妮的正宫预备役地位开始摇摇欲坠。几周后的一个周五傍晚，林婉在陆氏大楼楼下的共享办公区处理完手头的资料，正准备离开。林婉，一个带着些许磁性和惊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林婉转过身，看到了顾言。顾言穿着一件休闲的白衬衫，背着一个装满笔记本电脑和资料的帆布包，脸上带着一种理工男特有的疲惫和执着，眼神却依旧清亮。顾言，好巧。林婉的笑容是真实的，他对顾言的欣赏从未减少。顾言走过来，眼神有些复杂的看住他，何止是巧，我在这里等了你快2小时了。我听说你现在是陆氏的顾问。林婉坦然一笑，算是吧，帮陆总处理一些项目上的数据分析工作。顾言的眼神中充满了钦佩，没有丝毫嫉妒。厉害，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女人。我最近的项目刚拿到一笔投资，正准备成立公司，
这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恭喜你，林婉真诚地说，比起这个，我更后悔上次没有坚持约你。顾言语气一转，眼神变得认真且炽热。林婉，你是唯一一个能和我聊技术细节，又同时拥有女性魅力的女人。说实话，我对你很有好感。他没有提陆景琛，没有提财富，只是直白地表达了对林婉这个人的欣赏和情感。这一刻，林婉的心猛地抽动了一下，她想起了自己过去的3年，被欺负，被忽略，只有在顾言面前，她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被看见，而不是被利用。顾言是她过去生活里唯一的一抹亮色，是她可以选择的一条安稳且充满爱情的路。她可以选择和他一起创业，一起奋斗，他们会从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开始，看住他们的事业一点点成长，或许10年后，他们也能拥有像陆景琛一样的财富。但10年，林婉想起赵小雨那张得意的嘴脸，想起陈芳将他成果占为己有的傲慢，他等不了10年，他要的是现在，是立刻，是站在权力顶端俯视众生的快感。顾言，你真的是个很好的人，林婉轻轻的开口，语气带着一丝自嘲的幽默，但眼神却是坚定的。但你知道吗？我对好人有创伤后遗症。顾言愣住了，林婉继续说道，我以前遇到太多好人，他们在道德上完美无瑕，但在现实的战场上却总是被精明的人利用，最后让我承担后果。我受够了当那个被牺牲的好人。他抬头，眼神复杂的看住顾言，你太好了，顾言，你的能力值得一个更专注于事业，或者更单纯的女人。我现在没有时间谈论爱情。顾言脸上闪过失望，但他是一个极度聪明的人，他从林婉的眼神中读懂了他的野心和决绝。我明白了，顾言苦笑了一下，但没有纠缠。不过，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在远处看住你。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一个真正值得信赖的盟友，记得找我。他留下这句话，转身大步离开，身影迅速融入了都市的霓虹。林婉看住他的背影，心里的那一丝波动迅速被他压了下去。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但同时也让他更加孤独的决定。爱情是奢侈品，权力才是必需品。林婉在心中默默地复述着心机人生的金句。他回到家，打开手机，发现李佳妮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她和一群朋友在高级酒吧里举杯，配文是生活不只有工作，还有品味和自由。林婉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一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人，永远不会是她的对手。她的目光已经锁定在了陆景琛身边那个最关键的位置上。自从林婉用专业的分析扳倒了周凯和吴哲，又巧妙地让李佳妮自曝其短后，她在陆景琛心中的地位便稳固了下来。她不再只是林顾问，而是那个能解决麻烦又不会带来麻烦的女人。陆景琛是个极度厌恶处理私人琐事的人，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商业战争中，而林婉正是那个能帮他处理好后勤的优秀副手。一天下午，林婉正在办公区整理新网计划的财务报告，手机响起，是陆景琛的专线号码。林婉，我有个东西需要你处理。陆景琛的语气依旧简短而直接。好的，陆总，请吩咐。下周6，我需要将一批母亲生前收藏的画作捐赠给一所艺术大学。我要求这批画作在交接过程中，规格必须达到美术馆级别的运输和储存标准。另外，我不希望这件事被媒体过度渲染，保持低调和高效。陆景琛停顿了一下，加了一句，我不信任公司公关部那帮只会搞排场的人。林婉心中一动，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项任务不仅涉及专业的物流和保密，更涉及陆景琛已故母亲的遗物，这是他的情感软肋，也是他最私人的领地。明白了，陆总，这属于专业领域的机密事宜，我会亲自监督，确保万无一失。林婉沉稳的回应，没有问细节，没有问原因，这让陆景琛非常受用。他淡淡的嗯了一声，便挂断了电话。这项任务远比林婉想象的要复杂。这批画作中有几幅是民国时期的古董，对于温度、湿度和光线的要求极为严苛。林婉连夜查阅了专业的艺术品运输规范，并找到了顶级的私人画廊进行合作。在确定捐赠事宜的过程中，林婉必须亲自到陆景琛位于市郊的一处私人别墅，与负责收藏和保养的管家交接。这是他第一次踏入陆景琛的私宅，别墅装修风格极简，充满了高级灰和米白色调，安静的连空气都是冰冷的。在客厅里，林婉见到了一位气场强大的中年女性沈曼，她是陆景琛的姑姑，也是陆氏集团慈善基金的董事之一。沈曼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眼神犀利，
他正在管家面前审视着捐赠清单，看见林婉，他的目光像 X 光一样扫射过来。这位就是你说的负责这批画作的顾问。沈曼的语气带着明显的审视和不满。林婉立刻意识到自己被当成了那些想攀附陆景琛的女人之一。沈董事您好，我是林婉，这次任务由我全权负责，确保画作能安全低调的交接。林婉主动上前，态度恭敬，但腰板挺得笔直。沈曼轻蔑地笑了笑，小姑娘，景琛身边的女人我见得多了，你最好记住，这批画是景琛母亲的心血，不是你用来讨好她的工具。心机人生第4条法则，面对权威展示尊重，面对挑衅展示实力。林婉没有争辩，只是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装订精美的艺术品运输及捐赠方案。沈董事，我理解您的担忧，但我的时间很宝贵，我只想确保任务的成功。林婉将方案推到沈曼面前，语气转为专业，充满不容置疑的自信。这份方案中详细列出了5幅重点画作的温湿度控制曲线、保险价值以及紧急应对措施。此外，我们将以匿名捐赠的方式操作，避开所有媒体渠道，确保陆总的低调要求。沈曼带着怀疑接过文件，只翻看了2页，脸色就变了。方案里专业的术语、严密的逻辑和对细节的把控，根本不是一个花瓶能做出来的。特别是其中一个环节，林婉指出，其中一幅名画的木质画框，在当前的温度下有轻微收缩，需要提前使用微型加湿器进行预防性处理，以避免运输途中画布受损。沈曼是懂行的，这个细节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这份专业态度让他无法反驳。你是在哪家画廊工作？沈曼放下文件，语气缓和了一些。我目前是陆总的个人项目顾问。林婉优雅的回答，巧妙的抬高了自己的身份。沈曼虽然依然没有完全相信林婉，但至少放下了敌意。在接下来的交接过程中，沈曼发现林婉处理所有问题时既坚决又圆滑，对于任何突发状况都能迅速找到解决方案。周6晚上，林婉给陆景琛发了简讯，陆总，画作已安全交接，捐赠仪式低调且圆满结束，所有细节报告已整理好，明天会发到您的邮箱。不到1分钟，陆景琛的回复来了，这是他第一次给林婉发工作以外的私人简讯，处理得很好，沈曼姑姑对你的专业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句话对林婉来说，比任何薪水或赞美都重要。沈曼的认可，代表他已经成功跨越了情妇候选人到潜在家族成员的第1道门槛。更让林婉意外的是，随后又来了一条简讯，今晚别回家了，我需要你帮我处理一份宵夜，地址我发给你。林婉嘴角勾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容，他知道陆景琛的宵夜肯定不是一份简单的外卖，这是在工作结束后他第一次被邀请到他的私人空间，这代表着2人之间的界限正在悄然瓦解。他迅速回复，好的，陆总，我很乐意。在去往地址的路上，林婉透过车窗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在一家普通的烧烤店门口，顾岩正和几个穿着格子衬衫的工程师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喝着啤酒，讨论着手头的项目，脸上洋溢住属于理想主义者的快乐和纯粹。林婉淡淡地收回目光，那种生活曾经是他的梦想，但现在他将去面对他用尽心机换来的属于上流社会的冰冷与权力。他清楚地知道，那条名为顾岩的幸福小路已经被他亲手封死了。林婉收到了陆景琛的简讯，那条冰冷的今晚别回家了让他心跳加速。他知道他已经赢得了进入这座黄金笼子的入场券。他坐在去往顶层公寓的专车上，正盘算着如何将自己的专业和心机包装得更为诱人。然而正当专车驶过市中心最繁华的路段时，手机再次震动，是陆景琛的助理小陈发来的紧急消息，林顾问，抱歉，陆总临时被董事会召回处理突发紧急事件，今晚的宵夜会议取消，请您先回家休息，相关文件会转发给您，明天处理。林婉看出这条简讯，心中涌起的不是错愕，而是一种巨大的几乎令他瘫软的解脱感。他不必今晚就面对那份冰冷的充满算计的亲密关系了，他不必今晚就出卖他最后一丝纯粹的灵魂。这份突如其来的自由像海啸一样袭来，让他完全失去了理智。他穿着裁剪精致的连衣裙，画着精致的妆容，带着从2手精品店淘来的高级仿品，却感到无比疲惫。他需要一个真实的地方。司机掉头，林婉语气坚定，声音里带着连自己都没察觉到的颤抖，去新创孵化园区。半小时后，
林婉站在了新创园区一栋不起眼的旧办公楼前，这里充满了年轻工程师的汗水、咖啡渣和对未来的狂热。他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那是属于理想的味道。他找到了顾岩的工作室，深夜的办公区只有他一个人，他正趴在一张摆满电路板的桌子上小憩，显示屏上还亮着密密麻麻的代码。林婉轻轻推开门，顾岩被惊动，猛地抬起头。当他看到林婉时，那双疲惫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光芒，那是一种极度纯粹、没有任何杂质的爱恋。林婉，你怎么来了？顾岩的声音带着沙哑的惊喜。林婉走近他，看住他额头上被键盘压出的红色印记，突然一阵心酸。她这个光鲜亮丽的心机女，在这个简陋的办公室里显得格格不入，庞佛她身上的高级面料，在这个充满创造力的地方变成了一件滑稽的戏服。我想你了。林婉没有任何掩饰，她从未如此坦诚。顾岩猛地起身，一把将她拥入怀中。这个拥抱有力、温暖，充满了真实的人间烟火气，与陆景琛那种带着距离感的、充满权力感的占有截然不同。林婉，别再说那些话了。顾岩的声音紧贴着他的发丝，充满了恳求。我知道你有野心，但我可以帮你实现。我们一起奋斗，我不需要你放弃什么，我只要你做回原本的自己。那一刻，林婉的心底像是被烧开了，她对顾岩的爱是那样酸楚而炙热。她爱这个男人，爱他的正直，爱他的才华，爱他的世界里只有他，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算计。顾岩，林婉的声音哽咽，带着一种绝望的甜蜜。我的原本的自己已经死了，他在被赵小雨羞辱、被陈芳夺走功劳的时候，就被我亲手埋葬了。我害怕。他紧紧抱着他，庞佛在拥抱他即将失去的全部世界。我害怕回到过去那种无力感。我不要10年后才出人头地，我现在就要。我不想再被人踩在脚下。顾岩温柔地捧起他的脸，眼神中充满了爱意与理解。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但如果我们在一起，你就永远不会孤单无力。他们不需要更多言语了。在这间充满了理想与汗水的简陋工作室里，林婉和顾岩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真实、最热烈的一晚。那一晚，林婉脱下了她的心机和伪装，她在他面前不是林顾问，不是绿茶，而是那个曾经渴望平凡幸福的林婉。她的吻带住他熟悉的热度，她的怀抱是他唯一可以卸下所有防备的港湾。当他们紧紧相拥时，林婉的心中却进行着一场残酷的斗争。爱情选择顾岩是选择一份纯粹的幸福，但代价是巨大的风险，他要赌上10年青春去奋斗。权力选择陆景琛是选择一份绝对的安全，但代价是永恒的孤独，他将永远无法再做自己。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旧窗户洒进来，照在凌乱的电路板和顾岩安静的睡脸上。林婉轻轻的起身，看住身边的男人，她的眼中满是泪水，却没有流下来。她知道这就是告别，她已经尝过了人间最温暖的滋味，这份记忆将永远是她心底最柔软，却也是最痛苦的一道伤疤。但这份温暖不足以对抗她心中对安全感和复仇的渴望。她不能拖累顾岩，更不能让自己重新回到原点。林婉没有留下一张字条，她快速穿上了那件昂贵的连衣裙，补好了妆容。当她走出工作室的门时，她脸上的表情已经从一个深爱住的女人变回了那个充满算计、坚不可摧的心机女。她拦下一辆计程车，直奔陆景琛的集团大楼。再见了，我的理想国。林婉对住车窗外飞逝的风景，轻轻的、无声的说，她将这份爱深埋心底，并将它转化为一种近乎变态的能量，只有爬到最高处，才有资格缅怀失去的温暖。当林婉走进陆氏集团办公室时，她已经是那个完美的林顾问了。她用最快的速度处理了小陈传来的文件，并在上午9点给陆景琛发去了一份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的突发事件解决方案。陆景琛回复简讯，我很庆幸你没有浪费时间。这句冰冷的赞扬让林婉意识到，她已经彻底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未来的路上一定会有挫折和挑战，但她已经有了对抗一切的力量，对失败的极度恐惧，以及对顾岩那份温暖的永恒眷恋。自从那一晚从顾岩的工作室离开后，林婉便彻底封锁了心底那份温暖。她将自己重新武装起来，身上的每一件衣服，每一个微笑，都成了她最精密的武器。她不再是那个在权力边缘徘徊的顾问，而是成了陆景琛在公事和私事上不可或缺的影子。她处理公文的高效，她对人性弱点的精准拿捏，让陆景琛逐渐习惯了她的存在。但林婉清楚，要成为陆太太，仅仅靠专业是远远不够的，
他必须成为陆景琛唯一的例外。这天，陆景琛陷入了一场科技投资的僵局。他高价收购的一家新兴科技公司，其核心专利在进行最终审核时，被发现加密协议存在一个极为隐蔽的漏洞，随时可能被竞争对手利用，导致数十亿的投资打水漂。林婉，你怎么看？陆景琛坐在办公室里，脸色沉静，但周遭的低气压让人不敢喘息。技术部首席顾问给出的报告是无解，只能接受损失。林婉翻阅着冗长的技术文件，心跳却漏了一拍。这份加密协议的缺陷，他记得顾岩在某一晚闲聊时曾激动地提到过类似的，只有少数顶尖工程师才知道的底层逻辑漏洞。这份知识本该属于顾岩的理想国，现在却成了他攀附权力的工具。林婉深吸一口气，将那份酸楚压下去。他知道，他不能再回头。陆总，技术部说的没错，按照常规解密是无解的，但这个漏洞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设计者理念上的疏忽。林婉将文件推到陆景琛面前，他的声音冷静且充满自信，仿佛他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引用了顾岩曾经用来开玩笑的比喻，专业的阐述量如何利用这个理论上的盲区进行修补，成功绕过竞争对手的监测。陆景琛猛地抬起头，眼神中的惊讶一闪而过，随即转为浓厚的兴趣。林婉，这个漏洞连我们技术部的首席顾问都没发现，你怎么做到的？林婉微笑，眼神中带着恰到好处的疲惫与忠诚。陆总，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我习惯在别人认为无解的地方找到那个例外，我不想再被人看清，所以我必须比任何人都更努力的去寻找那个1/1000的机会。他巧妙地将自己的野心包装成了对陆景琛的忠诚与依赖，让他感觉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能更好地辅佐他。陆景琛沉默片刻，然后嘴角露出了机不可察的弧度。你总是能给我惊喜。就在林婉地位日益稳固时，他通往顶峰的道路上出现了最后一位也是最强大的竞争者叶清然。叶清然，顶级金融世家的大小姐，与陆景琛是从幼儿园到哈佛商学院的世交。她不仅家世与陆景琛门当户对，自身能力也极为出众，担任家族基金的 CEO。她优雅知性，对林婉的出现没有丝毫的敌意，只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如同看住陆景琛新玩具般的轻蔑。在一次慈善晚宴上，叶清然对林婉举杯，笑容完美的没有一丝破绽。林顾问，景琛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多亏有你帮他处理杂物，不过有些事毕竟还是得由自己人来担当，你说是不是？林婉优雅的回应，语气带着小小的绿茶气息。叶小姐说的是，我当然比不上您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我只能努力用我的能力去弥补我出身的不足，好让陆总能少操一点心。这话看似谦卑，实则暗藏玄机。叶清然在暗讽林婉身份低微，而林婉则在暗示叶清然，他只会享受身份带来的便利，而我是那个能为陆景琛解决问题的人。然而林婉真正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在一次关键的跨国收购案中，陆景琛遭遇了对手财团精心策划的狙击，陆氏集团的股价在一天之内大跌，舆论瞬间沸腾。这就是林婉一直在等待的挫败时刻。战争指挥室内灯火通明，董事们焦急如麻，叶清然也赶来坐镇，优雅地分析着公关危机的处理。当所有人都忙住计算损失时，林婉的目光却锁定在了陆景琛身上。他坐在主位，脸色铁青，眼神中充满了被背叛的怒火，这是他极少数展现出的脆弱。叶清然对陆景琛说，景琛，让公关部门发一份声明，强调这只是暂时波动，然后我们必须找个更有分量的盟友来站台。林婉却没有发言，他只是安静地坐在角落，默默地将所有数据和对手的动向整理成一份简洁的表格。直到凌晨3点，所有人都精疲力尽，陆景琛疲惫地靠在椅背上，挥手让所有人离开，只留下了林婉。林婉，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回去休息。陆景琛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倦意。林婉起身，没有走到他身边，而是将那份整理好的表格轻轻放在他面前。陆总，我已经找到了对手这次狙击的资金链死角，他们过度依赖一次性杠杆，只要我们能拖过未来72小时，他们就会自爆。林婉的语气充满了专业与坚定。接着他眼神微红，声音却带着一丝疲惫到极致的沙哑。陆总，这是我必须完成的任务，我不会让那些曾经欺负我的人有机会看到我失败，更不会让他们看到您，我唯一的依靠，出现任何闪失。他知道陆景琛不需要一个在他低谷时哭泣的女人，他需要一个能与他并肩作战，依赖他，同时又能解决问题的战友。
他唯一依靠的说法，成功的击穿了陆景琛冰冷的心房。他不需要虚假的爱情，他需要真实的依赖和绝对的忠诚。陆景琛缓缓抬起手，没有看文件，而是轻轻抚摸住林婉的脸颊。这个动作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分量。好，林婉，72小时，我们赌一把。他低声说，在这次危机中，林婉用行动证明，他不仅能锦上添花，更能雪中送炭。他将自己成功的从顾问升级为陆景琛心中可以交付后辈的伙伴，而叶沁然的优雅退场则显得有些不够分量。正如林婉预料的那样，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陆氏集团成功的拖垮了对手的资金链。对方财团的狙击手因为过度杠杆而自爆，只能狼狈撤场。陆景琛在这场危机中展现了超乎寻常的沉稳，而林婉的神来一笔则成了董事会私下议论的焦点。危机解除后，陆景琛没有任何庆功宴，只在周五下班前将林婉叫进了办公室。这是一张不记名黑卡，你可以随意使用。陆景琛将一张极致低调的黑卡推到林婉面前，这不是工资或奖金，这是进入另一个阶层的钥匙。另外，从下周开始，你不再是顾问。他语气平静，却带着一锤定音的力量。你的头衔将是陆氏集团总裁特别事务助理。简而言之，你负责处理我所有不想处理但又必须处理的事情。林婉知道，这份工作涵盖范围之广，已经从商务延伸到了私务，这代表他已经正式成为陆景琛身边权力中枢。谢谢陆总。林婉收起了黑卡，并没有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模样，只是抬头，眼神中充满了恰到好处的坚定和一丝担忧。林婉，你有话直说。陆景琛习惯了他的聪明，林婉轻声开口，语气中带着对他的维护。陆总，这段时间以来，我发现周围有些朋友的存在，其实是对您的一种资源消耗。他没有直接点名，只是将一份整理好的支出清单放在桌上。这份清单详细列出了几位常与陆景琛来往的好哥们在过去半年中以各种名义要求陆景琛帮忙的资金、人脉和时间投入。周凯和吴哲虽然已经远离了，但他们的隐性成本依然存在。而像张明这种人，他在您面前表现的忠心耿耿，但在背后却利用您的名义去结交不三不四的人，这对您的名誉和人脉都是潜在的风险。林婉的话看似无情，却句句点在陆景琛的痛点上。他从不缺钱，但他憎恨被利用，被当成傻瓜。陆景琛看住清单，脸色沉了下去。这些好哥们利用他对兄弟义气的不设防，不断的蚕食他的资源。我知道了。他只说了这3个字，语气已经决定了这群人的命运。林婉成功了，他没有用绿茶的哭诉，而是用精准的数据和维护他的立场，一举清除了陆景琛身边最后一批绊脚石，清除了外围的杂音。林婉的下一个目标是陆景琛的家族。周末，林婉接到通知，陆景琛的姑姑沈曼那个在拍卖会上给予林婉初步认可的强势女性邀请他们参加一场小型家庭晚宴，这显然是一场最终考核。晚宴上，沈曼穿着一身优雅的旗袍，眼神锐利地审视着林婉。林婉知道，她不能再扮演那个专业的林顾问，而是要展现出陆太太的潜质，大方得体，知进退，并且能在家族面前给足陆景琛面子。沈曼在饭后将林婉叫到一边，开门见山，林婉，我知道你很聪明，也有野心，但你的出身你自己清楚，景琛需要的是一个能帮他稳固地位的妻子，而不是一个需要他花时间教育的新手。这话尖锐，直戳林婉的痛处，但林婉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一个温和而带着自信的笑容。沈总，我非常清楚我的出身，也正因为我知道一无所有是什么滋味，所以我才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珍惜和守护景琛所拥有的一切。林婉用了一个亲昵的称呼，拉近了距离。我不是来要求景琛给我地位的，我是来协助他维持这份地位的。叶小姐的确门当户对，但她永远无法理解，在面对一无所有时，要爆发出多大的能量去战斗，而我可以。沈曼闻言，眼神中闪过一丝赞许，这句话展现了林婉的自知之明、野心，以及对陆景琛资源的绝对忠诚。你很有趣。沈曼端起茶杯，语气缓和了一些，但我知道你们还没有正式确立关系，在景琛没有给我明确答复之前，你依然只是他的助理。当晚宴结束，林婉准备离开时，陆景琛将她带到了花园。月色下，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身看住她。姑姑说的没错，我们还没有正式确立关系。陆景琛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林婉心中一紧，表面上却云淡风轻。我明白，陆总，我不会给您带来任何困扰。
陆景琛却伸出手，轻轻地将他拉入怀中，这个拥抱带着一种宣示主权的意味。我需要一个能永远为我守住后院的人。陆景琛的眼神冰冷，却充满了对林婉的专注。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深蓝色的丝绒盒子，打开，里面不是钻戒，而是一枚极其精致、设计简洁的胸针。胸针的造型是陆氏集团家徽的缩小版，低调却充满了权力的意味。这枚胸针只有陆家嫡系核心成员的配偶才能佩戴。陆景琛将胸针轻轻别在了林婉的连衣裙领口，动作温柔而细致。林婉，这不是订婚，这是非正式的婚约。他看住她，眼神中的感情复杂难辨。在对外宣布前，你是我的唯一例外。我将我的一切权力中心都对你敞开，但相对的，你必须用你所有的心机和智慧，确保他永不背叛。林婉的心脏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攥住。这不是爱情，这是一份绑定终身的权力契约。他伸手轻轻碰触住胸针冰冷的边缘，脸上露出了比任何时候都更耀眼、更充满征服欲的笑容。景琛，这份契约我会用生命去守护。林婉抬起头，主动吻上了他冰冷而薄情的嘴唇。这一刻，他彻底告别了那个充满温暖的顾言，选择了这份冰冷却安全的至高权力。林婉佩戴上那枚低调却充满分量的家徽胸针后，她的地位不再模糊。她不再是那个需要用高光眼影吸引注意的小助理，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节都宣告着她是陆景琛的唯一例外。她的新头衔总裁特别事务助理，在陆氏集团内部引起了一场小小的地震。所有人都清楚，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位，这是一个没有界限的权力中枢。林婉开始处理那些最敏感、最难以启齿的家族相关业务和人事调动。这份工作需要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绝对的忠诚和铁腕。上任不到1周，林婉就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内部挑战。挑战来自陆景琛的远房堂叔陆海明。陆海明是陆氏旗下一个影视娱乐子公司的高层，他仗助自己是老一辈的亲戚，长期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让子公司的财务报表一团糟。陆景琛对这些小打小闹不屑处理，便将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林婉。林助理，你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小丫头，懂什么娱乐圈的门道？陆海明在电话里语气傲慢，带着长辈对晚辈的轻视。这不是你该碰的，让景琛来跟我谈。林婉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面前放着陆海明子公司那份漏洞百出的财报。他拿着电话，语气温和的像是正在安慰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陆叔叔，我很理解您对我的质疑，毕竟在我进入公司之前，您一直做得很好。林婉先礼貌的给了对方一个台阶，随即语气一转，变得冷静而锋利。但现在情况变了，陆总将这份报表交给我，是因为他相信我能像上次处理狙击战一样，找到那个1/1000的解决方案。他停顿了一下，让陆海明消化他的威胁。我发现贵公司的财报中有一笔高达8位数的非盈利性支出，注明是公关应酬费。您知道，陆总最讨厌不透明的账目。林婉轻描淡写地指出核心问题。如果您不希望这份报表被我递交给税务部门，我建议您明天早上9点，带着您的辞呈和所有相关文件到我的办公室来。林婉没有用陆景琛的名义去压人，他用的是冷酷的制度和法律。这种不带个人感情的处理方式，比任何威胁都更让人心寒。陆海明在电话那头的呼吸声粗重起来，他以为林婉会像以前的助理一样，需要陆景琛亲自出面才能解决，但他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感情、只认规则的心机女。第二天早上，陆海明带着他的辞呈，灰溜溜地走进林婉的办公室。成功清理掉陆海明后，林婉在集团内部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形象：冷静、高效、不留情面。他的心机不再是过去那种讨好上司的绿茶手段，而是升级成了权力场中的高压电线。然而，在林婉处理完这些公事后，他总会在一个安静的瞬间感到一种巨大的空虚。某天深夜，他独自一人在陆景琛的私人书房里审阅一份资产配置报告。这份报告详细列出了陆景琛所有的私人投资，包括一块未开发的科技园区地产新创孵化园区。林婉的目光停在了这个名字上，他的心脏像被一根细针扎了一下。那个充满咖啡渣和理想气味的旧办公楼，顾言正是在那里通宵达旦地写着他的代码。那晚的温存，他怀抱的热度像潮水一样袭来。林婉感到一阵强烈的酸楚与后悔，他知道他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以失去那个地方的真实感为代价。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然后再次睁开，眼神中所有的情绪都被清空了，只剩下对权力的占有欲。他拿起笔，
在报告的备注栏上，匠心创孵化园区的那块地产，华若长期持有，观察潜力的分类。他无法拥有顾言，但他可以掌控他周围的世界。林婉将这份资产报告合上，走到窗边，俯瞰着脚下璀璨的城市夜景。他已经爬上来了，这份至高无上的安全感彻底压制了他对顾言的留恋。这才是我的归宿。林婉轻轻触摸着胸口的家徽胸针，他将所有的爱意都转化为了野心，并决心用这份权力去对付那些曾经让他痛苦的人。林婉不仅清理了陆景琛的好哥们和家族蛀虫，他现在已经开始掌控他的资产配置，一步步深入核心。林婉坐在陆景琛专属的轿车里，望住窗外闪烁的霓虹。今晚，他将首次以陆景琛身边的女人的身份，在公众场合正式亮相。地点是城市最顶级的帝国酒店大宴会厅，正是4年前他被赵小雨抢走功劳，陈芳嘲笑他裙子过时的那场公司年会的举办地。这是一种充满仪式感的讽刺。林婉今天没有穿那些浮夸昂贵的礼服，而是选择了一件设计师为她量身定做的月白色丝质连衣裙，简洁、优雅、剪裁贴合的像是第2层皮肤。唯一的装饰就是胸口那枚低调却闪耀出权力光芒的陆家家徽胸针。紧张吗？陆景琛坐在他身边，翻阅着一份今晚宾客名单，头也没抬。紧张，林婉坦然承认，语气中却带着一丝狡黠的幽默。我紧张的是，今晚的香槟会不会太甜，配不上我这个心机女的身份。陆景琛放下名单，嘴角难得的勾起一个微小的弧度。他喜欢林婉这种将心机和野心坦荡展示的真诚，这比那些故作天真、暗地里算计的女人强得多。放心，你现在的身份只配最好的。当林婉挽着陆景琛的手臂走进灯火辉煌的宴会厅时，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他们身上。陆景琛是焦点，而林婉则是那个站在他身边，让他心甘情愿被注视的女人。她姿态优雅，脸上带着完美而克制的笑容，每一步都踏得稳健而从容。在人群中，林婉的视线轻易地捕捉到了2道熟悉的身影，赵小雨和陈芳。他们今天打扮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用力。赵小雨穿着一件过分暴露的红色礼服，正在用一种故作娇羞的姿态，试图吸引一个看起来有些油腻的中年富商注意。陈芳则在旁边帮腔，眼神不断在场内搜寻住潜在的凯子。他们还在原地踏步，用着同样廉价的手段，重复住同样的循环。而林婉已经站在了这场游戏的制定者身边。当赵小雨无意中转头看到林婉时，他手中的香槟杯差点滑落，他惊愕地张大了嘴，脸上的妆容都无法掩盖那份难以置信。那不是林婉吗？赵小雨颤抖着声音扯了扯陈芳的袖子。陈芳猛地转头，看到林婉身边的陆景琛时，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们当然认识这位商界巨鳄，毕竟他们每天都从八卦杂志上研究他的脸。不可能，他怎么可能？陈芳低声尖叫，声音带着极度的刺痛。林婉对住2人微微一笑，那笑容温和而优雅，像是对待2个不相干的陌生人。他没有刻意走过去，因为他知道这场复仇的第一步应该是让他们主动过来。果然，在确认林婉身边的男人真的是陆景琛后，赵小雨和陈芳立刻像2只发现了蜜罐的苍蝇，不顾一切地朝这边走来。林婉，真是你啊！哎呀，好久不见！赵小雨勉强挤出一个热络的笑容，想要伸手去拉林婉的手。林婉侧身，巧妙地避开了他的触碰，让他伸出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赵小姐，陈小姐，林婉的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疏离感，用姓氏划清了界限。好久不见，没想到能在这么高端的场合见到你们，真是让人意外。他话音刚落，陈芳立刻堆起笑脸，试图越过林婉，直接与陆景琛搭话。陆总您好，我是陈芳，以前在林婉的旧公司工作。林婉没有等他说完，就温柔地将手搭在了陆景琛的臂弯上，语气带着小小的绿茶式娇憨，对住陆景琛说，但声音刚好能让2位就同时听见。景琛，这2位是我以前的职场便利贴，那时候我比较傻，常常被他们指挥着跑腿做事，不过也多亏了他们，我才能把事情做得更细致，才能有机会为您服务。他将自己曾经的屈辱轻描淡写地包装成了为陆景琛服务的训练。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是我的垫脚石，而我现在是你们永远高攀不起的主人。陆景琛立刻配合，他冰冷的眼神淡淡地扫过赵小雨和陈芳，没有一丝波动，仿佛在看2件不起眼的家具。原来如此，陆景琛的声音充满了上位者的冷漠。谢谢2位对林婉的训练，他特别强调了林婉的名字，给予她绝对的面子。
赵小雨和陈芳的脸瞬间煞白，他们想接近陆景琛，想介绍自己，甚至想积极踩林婉一脚的希望，被林婉这几句轻描淡写的绿茶语录彻底粉碎了。林婉见目的达到，微笑着对陆景琛说：“景琛，我带您去见姑姑吧。”他说等一下会来。好，陆景琛点头。林婉挽住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转身离开，留下赵小雨和陈芳站在原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们不是不够漂亮，而是格局和心机已经被林婉甩开了数个阶层。你看她胸口那是什么？陈芳突然发现了林婉胸前那枚低调的胸针。赵小雨凑近一看，突然浑身发抖，那是陆家的家徽，只有陆景琛最亲近的人才能佩戴。复仇不是大吼大叫，而是用身份与地位让对方永远无法企及。林婉已经赢得了第一场胜利。在宴会后的第二天，林婉的身份彻底固化，她胸前的家徽胸针就像一道无形的令牌，让陆氏集团内外的人对她多了3分敬畏。她的办公室从集团总裁层搬到了更为私密且戒备森严的陆氏家族信托基金管理中心，这里才是真正的权力核心。她不负责集团的运营，却掌控着陆氏家族数百年累积下来的庞大私人财富、地产、艺术收藏以及各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林婉到达的第一天，就面临了来自陆景琛二叔陆振海的下马威。陆振海是信托基金的现任管理人，一个50多岁、老派且固执的男人。他对林婉这个来路不明的年轻女人插手家族核心事务感到极度不满。林助理，你很厉害，景琛也信任你。陆振海坐在红木办公桌后，语气平静，眼神却像冰刀一样锋利。但基金管理跟你处理几个跑腿助理可不一样，这里管的是我们陆家3代人的心血，容不得半点闪失。林婉优雅的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将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畏惧。他知道反驳是没有用的，唯有证明价值才能让这个老派的家族成员闭嘴。二叔，我很理解您的谨慎，这也是景琛希望我来协助您的原因。林婉的语气不卑不亢，将自己定位为协助者，而非夺权者。陆振海冷笑一声，将一份厚厚的报告扔到他面前。这是信托基金目前投入的创新产业项目评估报告，涉及金额超过100亿。陆振海故意为难他，语气充满了挑衅。景琛一直对这些烧钱的项目不太满意，他让你来，就是想让你给一个彻底的、不带感情的评估。你先看看这份报告，然后下周给我一个结论，哪些项目该砍，哪些项目该续投。他将不带感情4个字咬得极重，显然是针对林婉靠关系上位的传闻。林婉翻开报告，只看了一眼，他的瞳孔就猛地收缩了。在重点项目清单的首位，赫然写着新创孵化园区2期开发及技术储备项目。新创园区，那个充满顾岩气息，他献出最后一碗温存的地方。接下来的几天，林婉把自己锁在了办公室里，他阅读了所有关于新创园区的财务报表、技术白皮书和竞争者分析。他看到报告中有许多关于一家名为光能科技的新创公司的资料，该公司的首席技术官正是顾岩。办公室冰冷的空调却无法压制他内心深处翻涌而上的酸楚。曾经，顾岩向他描绘的是他对光能科技的热情和宏伟蓝图。那时候的他觉得这些理想太过遥远，太过脆弱，不如陆景琛给的安全感来的踏实。现在他却以一个资本审判者的身份坐在这里，决定他的公司、他的理想，乃至整个新创园区的生死。林助理，评估怎么样了？需要我给你介绍几个圈子里的老总，让他们给你指点迷津吗？陆振海隔住电话，带着一贯的嘲讽。林婉压下了心中所有的情绪，声音比平时更冷静、更专业。二叔，我不需要指点迷津，我需要的是真实数据。他开始连夜调动资源，利用信托基金的许可权，对新创园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秘密调查。他要证明顾岩的理想绝对不是一份该砍的烧钱项目，这不再仅仅是工作，这是他与顾岩之间一场没有交集的最后的默契。1个星期后，林婉提交了他的报告。报告内容不仅清晰地划分了该砍与该续投的项目，他还额外提出了一个重点技术整合的全新方案。二叔，您说的对，很多创新项目确实是烧钱，但我们的问题不是项目不好，而是布局太散。林婉在陆景琛和陆振海面前，用简洁明了的图表展示了他的发现。以新创园区的光能科技为例，它的核心技术是小型化能源转换。这个技术如果单独看，确实回报期太长，
但如果将它与我们陆氏旗下投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物联网硬体部门进行整合，它的价值将会呈几何级数增长。他的分析精准，视野开阔，将原本看似无关的项目巧妙地与陆氏集团的整体产业链结合起来，展现了远超陆振海的战略眼光。陆振海脸色铁青，他原本只是想用这份报告来羞辱林婉，没想到他竟然能从中找到一个全新的盈利点。陆景琛则靠在椅子上，眼神中闪过一丝满意和赞赏，他喜欢这种惊喜。所以你的结论是？陆景琛问道。林婉将目光定格在报告中关于光能科技的页面，他的心跳漏了一拍，他知道他给出的结论将会影响顾研未来的发展速度。我的结论是，林婉的声音像冰一样稳定，新创园区的项目不仅不能砍，还要加大投资，并与集团签订优先合作协议。这不是情感决策，这是未来10年内能为陆氏基金带来10倍回报的唯一机会。他以最专业、最冷酷的姿态为顾研的理想投下了赞成票，这份赞成票里包含着他对他最后的爱意，以及他对自己眼光的绝对自信。陆景琛笑了，他很少笑得这么明显，那就按林助理说的办。从那一刻起，林婉正式取得了陆振海的权力威胁，他已经开始透过掌控陆家的财产，间接影响住顾研的生活和理想。这份被动的联系让他的心机女王之路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复杂与酸楚。自从林婉开始插手信托基金事务，并佩戴陆家家徽之后，他就成了整个上流社会的焦点。但舆论的风向并非全是赞美，针对他的流言蜚语像夏季的暴雨一样，来得又快又急。最恶毒的传闻都指向一个人，叶清然。叶清然出身名门，骄傲而美丽，是公认最适合陆景琛的联姻对象。他无法接受林婉这个平民助理突然横空出世，夺走了原本属于他的位置。他的反击充满了上流社会的阴险舆论战，各种匿名的小道消息开始在名媛圈和八卦周刊上流传。听说陆景琛身边那个林助理以前在公司是出了名的跑腿便利贴，连自己的功劳都保不住。她根本不是什么专业顾问，她是顶级拜金女，懂得用楚楚可怜的脸让男人为她清理掉所有阻碍。那个胸针，别逗了，那是她跪舔陆总姑姑才换来的，简直是心机界的楷模。林婉看到了这些流言，但她并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心机的笑容。来了，这才是真正的贵妇级别的霸凌。林婉对住镜子里的自己说，她知道这是她成为陆太太前必须打赢的最后一仗。她的策略很简单，顺水推舟，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为爱情和安全感努力，却被权势欺压的勇敢女性。机会很快到来，陆氏集团举办了一场慈善晚宴，这是叶清然作为名媛的主场。林婉依然选择了一件低调的黑色礼服，但她脸上的妆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致，眼里却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忧郁和坚韧。当林婉挽着陆景琛入场时，她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扫描仪一样落在她身上，而叶清然则在众星拱月下朝他们走来。叶清然身着一袭华丽的钻石礼服，脸上挂着完美却充满恶意的微笑。景琛，很高兴见到您。叶清然先对陆景琛打了个招呼，随即将目光转向林婉，语气带着一种上对下的审视。林助理，你今天真漂亮，听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不过……他停顿了一下，故意提高音量，让周围的名媛们都能听到。不过，我听说最近圈子里对你的评价很两极化，很多人都说你是那个为了向上爬，可以踩着别人头颅的女人。你不觉得你的野心让你的身份看起来有点廉价吗？这句话的杀伤力极大，直指林婉的过去和她的动机。林婉没有发怒，也没有争辩，她只是将头微微低下，做出一个极度隐忍而委屈的姿态。他轻轻放开陆景琛的手，向前走了半步，语气温柔的像是即将被折断的花朵，但声音却坚定的让所有人都一愣。叶小姐，你说的很对，我确实有野心。林婉直视住叶清然，眼神里充满了被误解的无助。我的背景不如你尊贵，我从小就知道，没有权利，就连好好工作的机会都会被别人抢走。他巧妙地提起了自己过去被欺压的经历，将野心解释为生存的必需品。但我接近景琛不是为了钱。林婉的声音带上了一丝哽咽，这份哽咽里包含了他对顾妍的愧疚和对自己卑微出身的愤怒。我是为了他给我的那份尊重，以及能掌握自己人生的机会。我爱他，不是因为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从未像那些欺负我的人一样看清我。林婉这番话将自己从一个拜金女完美转换为一个渴望被认可的独立女性。她不仅承认了野心，
还将陆景琛塑造成了救赎者。就在叶清然还想反驳时，一旁的沈曼，陆景琛的姑姑，终于开口了：叶小姐，你的话说的太多了。沈曼的声音充满了上位者的威严，她走到林婉身边，像保护自家晚辈一样，轻轻拍了拍林婉的肩膀。林婉的出身的确不高贵，但她的骨气和真诚，比那些嘴上说着爱，眼睛里却只看得到家产的女人要好太多了。沈曼的话一针见血，直接打了叶清然一个响亮的耳光。景琛看上林婉，看中的是她的眼光和头脑，而不是一张空有美貌的脸。你们这些名媛，是时候学会区分真正的实力和家族的馈赠了。沈曼的发言彻底终结了这场舆论战。陆景琛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但他看住林婉的眼神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林婉的告白既满足了他的大男子主义，又展现了他对抗权势的勇气。他意识到林婉的价值远超一个美丽的花瓶，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能为他挡下所有攻击，并让外界相信他们之间存在爱情的聪明女人。晚宴结束后，陆景琛送林婉回家，在车上，他递给林婉一张卡，这里面有你未来几个月的私人花费，从现在开始，你不必再担心那些关于你出身的流言蜚语。陆景琛的语气平静，却带着承诺，你很快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林婉接过那张卡，心里却没有丝毫喜悦。他知道这张卡是他卖掉自己最后一份纯粹的定金，但他脸上却露出了感激而动容的笑容。谢谢景琛，你给我的比金钱更重要。他说着连自己都快相信的谎言。林婉已经彻底战胜了所有的外在阻碍，她即将成为名正言顺的陆太太。林婉与陆景琛的婚讯震动了整个商界，这场婚礼被媒体渲染成了世纪联姻，但林婉清楚，这不过是一场耗资巨大的权力仪式，而她是仪式中最核心的产品——陆氏家族新权力的代言人。从婚纱的设计到宾客名单的审核，林婉展现出了超越常人的冷静与高效。这批请柬必须重新拟定。林婉坐在婚礼筹备组的办公室里，对助理小陈说，他的手中拿着一张被他圈出了10几个名字的名单，这些公司是我们上季度财产整合时发现有潜在亏损风险的，让他们将祝福留在心里就好，不必浪费我们的席位。他不是在乎一桌酒席的钱，他是在用婚礼的规格来筛选和确立陆氏集团未来合作伙伴的新层级。这份冷酷的实用主义让婚庆团队的人对这位准陆太太充满了敬畏。筹备期间，林婉再次接到了顾言的电话。自从那一夜之后，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痛苦而疏离的联系。顾言时不时地发来一张关于光能科技的新进度截图，或是孵化园区深夜灯火通明的照片。恭喜你，林婉。顾言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平静得像是一潭死水。林婉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捏紧了，她知道这份平静比任何责骂都更让人痛苦。谢谢。他只说了2个字，我收到信托基金的加大投资通知了。顾言没有问，也没有抱怨，只是淡淡的陈述，我知道是你帮的忙，为了你的婚礼，我会将这笔资金用到最对的地方。林婉沉默了，她用权力成就了她的理想，同时也永远斩断了自己与她的连结，这是一种心机女特有的极度残酷的浪漫。好好做你的项目，顾言。林婉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你的理想是值得的。挂断电话后，林婉走向化妆镜，那张充满心机的脸此刻被一层淡淡的泪光覆盖，但她很快调整了表情，重新戴上了她那层无懈可击的保护色。婚礼在陆氏家族名下的私人岛屿上举行。当林婉穿着价值连城的婚纱，挽着陆景琛的手，缓缓走过铺满白玫瑰的长廊时，闪光灯连成了一片耀眼的白昼。她的婚纱极尽华美，但她脸上的表情却极其平静，没有新娘的娇羞，只有女王的从容。交换誓言时，陆景琛看住林婉，眼神复杂。他知道这是一场交易，但他也被林婉那种毫不掩饰的野心和忠诚所吸引。我接受你，林婉。陆景琛将那枚硕大的钻戒戴在他手上时，这句话更像是一句权力契约的确认。林婉戴着重达数十克拉的钻戒，重量提醒着他已经付出了全部的代价。他回望陆景琛，眼中是同样的坦荡和坚定。我愿意，景琛。婚礼结束后，没有花前月下的蜜月旅行，只有一场在陆家顶层书房举行的没有律师在场的私人会议。陆景琛坐在书桌后，而林婉坐在他对面，桌上摆着的不是香槟，而是2份厚厚的产业授权文件，新婚礼物。陆景琛将其中一份文件推到林婉面前，林婉翻开文件，瞳孔微微收缩，这是陆景琛名下几家海外高风险
高回报的对冲基金和科技投资公司的代理权和决策权。这些公司总资产高达数千亿，过去一直是陆景琛亲自掌控的。这时，林婉的声音带着一丝惊讶，这份礼物比他预期的要重得多。这是我的考验，也是我的承诺。陆景琛的语气带着一贯的冰冷和审视。我不需要一个只会花钱的妻子，我要一个能为我扩大疆域的伙伴。从今天起，这份产业就是你的试验田。他将一支金色的签字笔递给林婉，现在你是陆太太了，林婉，让你的心机为我们陆家带来更多的权利与财富吧。林婉接过笔，手没有丝毫颤抖。他知道他已经赢得了这场赌局，他从不担心输，因为他对自己的心机和对权力的渴望从未有过一丝怀疑。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陆林婉，从便利贴到陆太太，他只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而现在他的心机之路才真正开始。新婚后的第3天，林婉就开始了对那批科技投资公司的全面接管。陆景琛给他的这份新婚礼物，表面是权力，实质是压力测试。这些公司多数属于高风险领域，有些甚至已经濒临破产，是陆景琛用来考验他手腕的烫手山芋。林婉深知，他必须用一场漂亮的胜仗来证明他不是花瓶，而是掌控者。林婉的第一步是清除掉这批资产内部原有的旧尘。他召集了几家基金的经理人，语气平和，却充满不容置疑的威严。我不需要听你们过去的成功案例，我只看净利润率和资金去向。林婉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连陆景琛专用的红木椅子都显得有些压不住他的气场。从今天开始，所有不必要的差旅、招待费用全部砍掉。如果你们不能证明你们的价值，那么你们将不再属于陆氏集团。他的手法比陆景琛更前脆，更没有人情味。他利用数据分析，毫不留情地解雇了几个拿着高薪却没有实质贡献的经理人，并以1个月内让其中一支基金止损为目标，给予所有团队极大的压力。这种冷酷的、充满计算的作风，让他迅速在陆氏集团的产业链中确立了铁腕陆太太的形象。林婉的第一步是清除掉这批资产内部原有的旧尘。他召集了几家基金的经理人，语气平和，却充满不容置疑的威严。我不需要听你们过去的成功案例，我只看净利润率和资金去向。林婉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连陆景琛专用的红木椅子都显得有些压不住他的气场。从今天开始，所有不必要的差旅、招待费用全部砍掉。如果你们不能证明你们的价值，那么你们将不再属于陆氏集团。他的手法比陆景琛更前脆，更没有人情味。他利用数据分析，毫不留情地解雇了几个拿着高薪却没有实质贡献的经理人，并以1个月内让其中一支基金止损为目标，给予所有团队极大的压力。这种冷酷的、充满计算的作风，让他迅速在陆氏集团的产业链中确立了铁腕陆太太的形象。濒死项目与唯一的解药在所有资产中，一家名为星云能源的初创公司最让林婉头疼。这家公司曾经是陆氏基金的高光投资，承诺研发一种能将极限低温能源转化为高效动能的技术，但现在他们已经烧光了所有资金，技术始终无法突破，即将在1个月内彻底清算，这将是林婉接手后的第一个巨大亏损。林婉仔细审阅了星云能源的技术报告，报告里充满了高深莫测的物理学和数学模型，看得他眉头紧皱。这不是单纯的资金或管理问题，这是技术壁垒。林婉自言自语，他立刻要求会见星云能源的技术负责人。会面中，那位负责人面对林太太的质问，紧张的语无伦次。林太太，我们的模型是没错的，但底层的讯号编码和传输始终无法突破。这种核心技术，在国内只有极少数人能理解并提供解决方案。谁？林婉打断他，声音冰冷。那位负责人拿出一份旧的业界名单，手指颤抖地指向了一个名字：顾言。林婉的瞳孔微微收缩，他知道命运之手再次将他推向了这个男人。顾言不仅是他心底的挚爱，现在也是他必须动用来挽救数十亿资产的唯一解药。林婉很快整理好情绪，他不能让任何人察觉到他和顾言之间有任何私情，他必须以陆太太的身份发出这张邀请函。林婉亲自拨通了顾言的电话。我是林婉，他开口，声音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冷静，仿佛他们之间从未有过那一夜的激情，也从未有过那些刻骨铭心的告别。电话那头传来顾言短暂的沉默，随后是低沉而克制的声音：我知道，恭喜你，陆太太。谢谢。林婉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切入主题。我现在负责陆氏集团的科技投资板块，
其中一家名为星云能源的公司遇到了你的专业领域才能解决的技术瓶颈。林婉将项目状况简要说明，并给出了他的诱饵：我需要你作为首席技术顾问介入，你的报酬将是你当前孵化园区项目资金的5倍，并且我将授权你直接掌握技术决策权。这个报酬充满了诱惑力，足以让顾岩的理想国度迅速扩张。你知道我不会为了钱而接受，林婉。顾岩的声音带着一丝痛苦的挣扎。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不会拒绝。林婉的心脏紧缩，但他知道他必须残忍地切断他所有的幻想。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拒绝，顾岩。林婉的语气没有波动。我只知道你的技术对我来说是挽救数十亿资产的工具，你的价值仅此而已。他将它彻底商品化，以一种极度心机的方式保护住他们的秘密。3天后，顾岩正式签订了高薪技术顾问合约。他们的第一次技术会议，林婉没有选择在公司的会议室，而是定在了市区一家高档酒店的顶层套房。每期名约需要绝对私密和安静的环境来讨论核心技术。林婉推开套房的门，顾岩已经在那里。他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西装，脸上带着疲惫，但眼中却充满了对他的爱恋与怨恨。林婉走过去，没有说一句工作上的话。他走到了顾岩的面前，轻轻的，带着一种自我放逐的绝望，吻上了他。我已经是陆太太了，顾岩。林婉的声音带着自嘲的沙哑。他将那枚钻戒在顾岩眼前晃了晃。我现在有钱有势，你该怎么惩罚我？顾岩再也无法克制，他猛地将他拥入怀中，用尽全部的力气和情感。惩罚就是让你永远无法离开我。顾岩的声音充满了欲望与占有。林婉知道他已经赢得了这场地下情的开端。在陆景琛的全力庇护下，他拥有了无限的资金来支持顾岩的理想，以及绝对的借口来享受这份禁忌的激情。自从顾岩在林婉的办公室签下那份合作协议后，两人之间的工作交流变得空前频繁。影风科技和光能科技的技术整合复杂而精妙，需要双方最高决策者的紧密配合。当然，这只是对外的说法。林婉每周至少安排2次与顾岩的单独会面。起初，会面都在他那间极简风格、冷硬的像监狱一样的办公室进行。他们会隔住一张巨大的会议桌，讨论光能转换单元的效率优化，或者感测器对接的技术壁垒。然而，当顾岩提出一个精妙的解决方案，并在白板上飞快演算时，林婉会看到他眼中的那种光芒，那是他曾经深爱的、对理想的狂热。而顾岩看住林婉身穿剪裁合体的套装，以陆太太的身份驾驭数千亿的投资时，那份经验与心痛也无时无刻不在拉扯住他。一个周3的晚上，项目遇到了最大的瓶颈，感测器和能源单元之间的讯号传输出现了意外的干扰。这里不对，林婉。顾岩站在白板前，手中的马克笔停住了。我们不能直接采用标准的隔离层，那样会牺牲你追求的极限体积，必须要从源头改变讯号的编码方式。林婉起身走到他身边。办公室里的空气因为长时间的密闭和紧张的工作，已经充满了疲惫感。改变编码风险太大。林婉伸出手，指尖正要触碰到顾岩在白板上圈出的那个红色框线。就在那一瞬间，顾岩也转过身，两人的手和身体几乎贴合在一起。顾岩的身上有淡淡的实验室气味，以及他特有的清爽的男性荷尔蒙气息，这与陆景琛身上那种昂贵的古龙水味截然不同。林婉猛地抬头，撞进了顾岩那双充满隐忍和痛苦的眼睛，那份隐忍像钱柴一样，被这一点火花瞬间点燃。林婉，顾岩的声音低沉，带着压抑的欲望和心碎。你知道我不是为了工作来的。我知道。林婉的心脏狂跳，她无法再扮演那个冷酷的陆太太了。在这个男人面前，她的心机和防备像玻璃一样碎裂。她没有推开他，反而更靠近了一点，眼神中带着一种放纵的、绝望的甜蜜。我知道，所以今晚我们不谈工作。他们没有选择陆景琛的专属公寓，而是开车去了市区一家并不显眼但私密性极高的精品设计酒店。这里距离陆景琛的社交圈子足够远，是林婉为自己开辟的爱情避难所。走进房间，林婉脱下了那套剪裁冷硬的烟灰色套装。当那枚硕大的结婚钻戒被她放在床头柜上时，她仿佛也卸下了陆太太这个沉重的头衔。那一晚，没有权力，没有财富，没有算计，只有林婉和顾岩。他们的激情是压抑已久的火山爆发。林婉不再是那个小心翼翼、处心积虑的女人，她是那个在顾岩面前可以尽情哭泣、放声欢笑的林婉。顾岩的拥抱
是林婉唯一能感受到的真实。他不像陆景琛那样充满仪式感和距离感，他热烈、直接，彷佛要将过去所有失去的时光都弥补回来。你属于这里，林婉。顾言在他耳边低语，充满了占有欲。林婉紧紧抱着他，贪婪地吸取这份即将耗尽的温暖。他知道，他爱他，爱到愿意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也要拥有这份片刻的欢愉。他也清楚，这份激情将使他和顾言的工作关系彻底契合。顾言为他扩张了商业版图，而林婉为他守护了理想。他们的爱与他们的权利已经融为一体，成为一场甜蜜的共犯。林婉回到陆景琛的别墅时，已经是凌晨3点。他虽然刻意掩盖了脸上的疲惫和眼中的神采，但仍无法逃过陆景琛那双冷静而洞悉一切的眼睛。陆景琛没有睡，他穿着丝质睡袍，坐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手中拿着一份文件，但眼神却是清醒而锐利的。3点05分，陆景琛的声音冰冷，没有质问，只有陈述。你的工作会议时间似乎比以往都要长。林婉的心跳漏了一拍，他知道陆景琛已经察觉到了异常，但他立刻启动了顶级绿茶模式。他没有发怒，也没有争辩，他将包随意地丢在玄关，带着一脸的委屈和疲惫，脚步虚浮地走过去，将头轻轻靠在了陆景琛的膝盖上。景琛，对不起，我忘了看时间。林婉的语气温柔而自责，带着一丝为爱奉献的无辜感。影峰科技的方案难度太大了，他们的技术人员一直没法解决底层问题，我只有亲自跟进，才能保证你交给我的资产不会出现任何亏损。我不是在为别人忙，我是在为我们的婚姻和未来忙。他轻轻抬起头，眼中充满了泪水，这是对顾言的舍不得，完美的转化成了对丈夫的忠诚证明。我知道我这个样子让你不满意，让你觉得我没有把时间放在你身上。林婉的声音哽咽，她将自己的牺牲推向高潮。如果你觉得我太累了，那下次我就把工作放一放，多陪你。即使这会导致几十亿的资产面临风险，我也会听你的，毕竟我是你的妻子，应该以你为重。这番话将陆景琛的质疑彻底转变为一种残忍的误解。他没有辩解，而是直接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为了丈夫的财产而奋斗到深夜却被怀疑的可怜妻子。陆景琛的眼神缓和了，他并不是一个看重温情的人，他看重的是利益和控制。林婉这番话将他的深夜归来完美的包装成了对他资产的绝对忠诚。起来，陆景琛的语气恢复了冷静，他没有去扶他，只是淡淡的说，别让你的疲惫影响了判断，把你的精力放在那份报告上，我不想看到任何问题。他没有要求他解释，但他给了他一个明确的命令，工作比爱情重要。林婉心中冷笑，但脸上却露出了感激而疲惫的笑容。谢谢景琛，我就知道你会理解我。他起身走向卧室，那枚钻戒在床头柜上闪烁着冰冷的权力之光。他知道他已经巧妙地躲过了这一次的危机，而他的地下情也因此得到了陆景琛亲手颁发的工作许可证。林婉和顾言的工作会议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顺利。光能科技的技术完美解决了影峰科技的耗能瓶颈，让林婉在他所掌控的这块试验田上大获全胜，不仅为陆景琛挽回了数十亿的损失，还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一切的成功都建立在他们的地下亲密关系之上。一个周五的下午，林婉带着一份影峰科技股价回稳的报告，再次来到他们秘密约会的精品酒店。他脸上虽然带着成功的自信，但更多的是对接下来独处时光的期待。顾言先一步到达，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沉浸在代码中，而是点了一瓶红酒，轻柔的爵士乐在房间里流淌。你成功了，林婉。顾言放下酒杯，眼神充满了赞赏，那是对他商业智慧的纯粹认可。不是我们成功了，顾言。林婉走过去，没有坐到对面的沙发，而是直接在他身边坐下。他优雅地脱下了他那件价值不菲的米白色外套，然后是那双让他双脚疼痛的高跟鞋。当他把那枚晃眼的结婚钻戒从无名指上取下，放在一旁闪烁的台灯下时，他才真正感到一丝解脱。景琛很高兴，他甚至没有问过成，只看了一眼财报就批准了下一阶段的扩大投资。林婉的语气带着一丝疲惫和自嘲。他相信你，顾言轻轻地说。林婉没有回答，他只是伸出手，轻轻地解开了自己丝质衬衫最上面的2颗纽扣。我不想谈他。林婉突然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将头靠在了顾言的肩膀上。下一刻，林婉做了一个只有在他面前才会做的动作，她像一只慵懒的猫咪，直接躺倒在顾言的腿上，将头枕在他的大腿处，身体蜷缩起来。
这姿势让他完全卸下了陆太太的防备与高高在上，他的视角变成了从下往上，看出顾言略显疲惫却充满爱意的脸庞。我好累，顾言。林婉的声音带着撒娇的鼻音，连语气都变得软糯而单纯。这是那个在赵小雨面前会哭泣的林婉，而不是那个在陆景琛面前算计的林婉。顾言温柔地抚摸住她的头发，手指穿梭在她柔顺的发丝间，这份亲密是陆景琛永远无法给予的。陆景琛的触碰总是带着一种仪式感和占有欲，而顾言的触碰是爱意与庇护。我知道，顾言轻轻地吻了吻他的额头，语气充满了心疼。你不需要向我证明什么，林婉，在这里你可以不用扮演任何角色。林婉闭上了眼睛，贪婪地享受着这份纯粹的依恋，她任由顾言抚摸、亲吻，将自己完全交付给他。他们没有立刻拥抱，而是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林婉就这样枕在他的腿上，享受着这种单纯的相依，这种片刻的宁静，比任何山盟海誓都更让他感到安心。顾言，林婉轻声开口，声音带着一种甜腻的满足感。你说，如果我没有变成现在这样，我们是不是会？顾言没有让他说完，他坚定地打断了他，语气带着一种对命运的愤怒。我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充满了爱，没有任何算计的家。林婉的眼眶湿润了，但她只是将脸更深地埋进他的怀里。她知道，那种生活对他来说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他必须将这份爱锁在只有他们两人才知道的密室里。很快，这份单纯的依恋变成了热烈的欢愉。在顾言身边，林婉抛开了所有的禁忌，她尽情享受着这份禁忌的激情。这份欢愉是她对陆景琛冰冷世界的一种反叛，也是她对自己心机人生的一种补偿。他们将彼此视为灵魂的慰藉，在每一次亲密接触中，林婉都彷佛将自己从陆太太这个冷冰冰的身份中赎回了一部分。在亲密之后，顾言满足地将林婉抱在怀里，两人讨论起了工作，但这一次对话不再是冰冷的专业术语。顾言提及了他在孵化园区结识的几位业界大佬，其中一位与陆氏集团的竞争对手荣耀资本走得很近。这位大佬恰好掌握着一些陆氏体系内的隐藏资讯，包括一些资产转移的微妙细节。他跟我提起，荣耀资本最近在密切关注景琛姑姑沈曼手上的一些资产，似乎在找机会做空。顾言无意间透露，林婉的心机警报立刻响起。顾言以为这只是单纯的技术界八卦，但林婉知道这是一个绝佳的布局机会。他能通过顾言这条线提前截断竞争对手的资讯，并用这份功劳去获得陆景琛更深层的信任。林婉轻轻吻了吻顾言的胸膛，眼神里充满了野心与爱意的复杂交织。亲爱的，这对我很重要。林婉轻声说，她将爱语和权力资讯完美结合。你的每一次无心之言，都将成为我保护你、保护我们未来的力量。在顾言的臂弯里，林婉得到了爱情，也得到了情报。她知道，她已经离全面掌控陆景琛的产业又近了一步。林婉将自己与顾言的会面称为充电。每当她从秘密的庇护所回到陆景琛的别墅，她都会带着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和业务上的精准度。但这种双重生活也让她的神经绷得更紧。她知道陆景琛不是一个容易被愚弄的人，他对情绪迟钝，但对规律的异常却有着野兽般的敏锐。周一上午，林婉没有直接去他的高层办公室，而是约了姑姑沈曼在一个私人会所见面。他必须在陆景琛介入之前，先将顾言提供的情报转化为自己的功劳。姑姑，我必须紧急跟你报告一件事。林婉的语气充满了专业的急迫感。沈曼放下咖啡杯，眼神锐利，说，荣耀资本最近正在秘密收集关于我们旗下远景地产一块不良资产的资讯，他们准备在月底进行恶意收购，然后通过做空相关金融衍生品来套利。林婉开门见山，语气像在宣读一份无情的判决书。沈曼的脸色微变，远景地产的那块资产确实存在漏洞，但因为体量太小，一直没被陆景琛放在眼里。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这块资产连景琛都只在季度报告上扫一眼。沈曼质疑。林婉立刻启动了他的专业加绿茶模式。姑姑，因为我现在掌管着影风和光能的整合项目，我必须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将陆氏的资产体系仔细拆开研究。我发现远景地产的资产与我们信托基金底层的几个抵押品有交叉关联，一旦被荣耀资本利用技术手段迅速做空，会对景琛的资产产生连锁反应。他没有提顾言，而是将这个发现归功于他的尽职尽责和对景琛的忠诚。所以，你的建议是？沈曼的眼中已经充满了赞赏。先发制人，林婉果断地说，我建议我们以一个略低于市场的价格
迅速将这块不良资产剥离，同时在收购完成前，我们提前布局做多，让荣耀资本的做空计划胎死腹中，我们不仅不会亏损，还能从中获利。这个计划既大胆又精准，需要对市场和技术有极深的理解。沈曼看住眼前这个女人，心中最后一丝轻视彻底消失。他知道林婉的价值远超他的身份。林婉和沈曼的合作滴水不漏，当荣耀资本准备出手时，他们发现目标资产已经被迅速剥离，而他们用来做空的金融衍生品反而开始因为陆氏的反向操作而暴涨。荣耀资本遭遇了巨大的打击，而陆氏集团不仅毫发无损，反而赚了一笔。陆景琛得知此事后，立刻召见了林婉。你的动作很快。陆景琛坐在办公桌后，眼神深邃的像两潭冰冷的湖水。林婉知道这是他赢得彻底信任的关键时刻，他没有鞠躬，反而露出了一丝疲惫而无助的表情。景琛，我很抱歉，这几天为了这个案子，我几乎没有睡好。林婉走近他，声音带着一种让人心疼的沙哑。他没有靠过去，而是保持着一臂的距离，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独立而坚韧的战士。我只是太害怕了。林婉的声音带上了一点颤抖。我害怕我辜负了你的信任。你给了我这么多，如果因为我的失职让你的资产出现任何问题，我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我不能让我们的未来有任何风险。他再次强调了我们的未来，将他的奋斗完全归结于对他财富的守护。陆景琛的目光扫过他微红的眼眶，他对林婉的业务能力深信不疑，而现在他更确信了他的忠诚。林婉知道单凭事业上的成就还不足以完全控制这个男人冰冷的心，他必须用身体的温度来彻底融化他，建立一种难以割舍的亲密与依赖。当晚，林婉不再是那个严肃的林顾问，而是那个极尽温柔与情趣的陆太太。她主动、热情，将所有在顾言身上得到的灵感和放纵，以一种精心设计的夫妻情趣转嫁到陆景琛身上。她让陆景琛感受到，这位妻子不仅在事业上尽心尽力，在作为人妻的义务与责任上也无可挑剔。陆景琛果然对这份突如其来的热情感到极度满意，他深信自己娶到了一个内外兼修的完美女人，对她的爱恋与依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林婉心底清楚，她的每一次亲近都只是为了更稳固地控制住她，并最终将整个陆氏集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在林婉以为自己已经过关时，陆景琛突然换了话题，声音冰冷的让他心头一紧。你和顾言的合作进展，我很满意。陆景琛的语气平淡，却像是尖刀一样刺入林婉的心脏。但他最近似乎很频繁地出现在你的私人会面名单上，他只是个技术人员，需要这么多面对面交流吗？林婉知道最大的考验来了，他没有直接怀疑他，但他在怀疑他与顾言的会面频率。林婉的脸上立刻出现了惊讶，随后是深深的委屈和自责。他没有辩解，而是以一种极度绿茶的方式，将顾言的出现包装成自己为了他不得不忍受的牺牲。景琛，对不起，我以后会控制会面次数。林婉垂下眼眸，语气充满了顺从和柔弱。顾言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他缓缓说，庞福在压抑着某种情绪，他的技术的确是我们最需要的，但他也非常固执，他始终坚持要用他的方式为他的团队争取最大的利益。林婉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住陆景琛，眼中充满了无奈和牺牲感。我只能用我所有的精力去说服他，去软化他，让他明白为我们陆氏集团工作才是他最大的荣耀。我不是在享受会面，景琛，我是在替你执行一场耗尽心力的谈判。如果可以，我宁愿把这些时间都用来陪你。陆景琛的脸色由阴转晴，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女人，而是能为他驯服人才、守护利益的顶级操盘手。你做得很好，林婉。陆景琛起身走到他身边，这是他极少数主动亲近的时刻。他轻轻抬起他的下巴，眼神中充满了对拥有他的满足感。既然如此，我给你一个更大的权利。陆景琛语气平静，从下个月开始，将所有与影风科技和光能科技有关的研发、合作以及资金调度，全部纳入你的私人专案。你不需要再向任何人报备，你的权利只对我负责。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林婉不仅消除了丈夫的怀疑，还为他和顾言的地下情铸造了一道更坚固的保护伞。他的心机与野心在这一刻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获得私人专案的授权后，林婉和顾言的关系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将工作与爱情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每一次技术讨论都是一次爱的放纵。林婉知道他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
但顾妍身上那份对他纯粹的爱意和激情，是他对抗陆景琛冰冷世界的唯一救赎。他对陆景琛的身体付出也愈发到位，将所有的情感技巧都倾注在维持这份婚姻的稳定上。陆景琛沉浸在妻子的温柔与体贴中，对他的信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林婉利用他的新权力，将影风科技的股权结构进行了精妙的调整，确保未来这块资产完全由他掌控，并成为顾妍实现技术理想的稳定后盾。他像一个棋手一样，正在将陆氏集团的棋子布局到对他最有利的位置。就在一切顺利进行时，危机悄然降临。光能科技举办了一场小型科技峰会，旨在向业界展示与陆氏影风合作的成果。林婉作为陆氏的代表和专案负责人，必须亲自出席，而顾妍自然是峰会的灵魂人物。峰会上，顾妍在台上介绍技术细节时，他的眼神总是不经意地落在台下的林婉身上，那份目光中充满了无法掩饰的热恋与骄傲。林婉回以恰到好处的专业的鼓励微笑。问题出现在峰会后的酒会上。酒会上，林婉为了避免和顾妍有过多私密交流，正和几位金融界的大佬谈笑风生，顾妍则被一群技术人员包围，接受着敬酒和赞美。就在林婉转身拿取香槟时，他与顾妍的距离只有不到2米。顾妍在与一位老教授握手时，不经意的转头，眼神正好与林婉撞上。那一瞬间，他忘记了身处公众场合，下意识地朝住林婉的方向，露出了一个极为私密、充满宠溺和只有情侣之间才有的微笑。这个微笑被不远处的一位年轻女记者用长焦镜头清晰地捕捉了下来。这位记者对八卦嗅觉极为敏锐，她立刻意识到这眼神背后的强烈情感远超普通的合作伙伴。更糟糕的是，这位女记者是叶清然的远房表妹，一直试图在上流社会为叶清然立功。她立刻将这张照片连同顾妍的身份、林婉技术顾问的头衔以及2人频繁合作的背景，匿名发送给了几家最具影响力的八卦媒体。第二天上午，林婉还在办公室审阅文件，助理小陈的脸色苍白地走进来。陆太太，出事了！一份关于陆太太林婉与科技才子顾妍疑似地下情的八卦报道，在网络和社群媒体上炸开了锅。照片正是那张顾妍在酒会上看向林婉的宠溺一笑，标题极尽煽动：陆氏太子爷遭绿，冰山总裁的妻子与草根才子因工作生情。陆景琛的电话没有响，这才是最可怕的。他总是选择在安静、绝对私密的场所进行最冰冷的审判。林婉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这场战役的输赢将决定他的命运。中午，陆景琛从集团总部打电话让他回别墅。当林婉走进书房时，陆景琛坐在那里，桌上摊开着那份八卦报道的列印本，他的表情像一座即将爆发的冰山。解释一下，林婉，他的语气极其平静，但这种平静比任何怒吼都更具杀伤力。林婉没有惊慌，也没有辩解，她没有哭泣，也没有否认。她走过去，轻轻地将那张照片拿起来，眼神中充满了对丈夫的理解与无奈的包容。景琛，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林婉的声音带着一种无辜的坦诚。你担心我会像那些肤浅的女人一样，被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男人吸引，背叛我们的婚姻。她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先发制人，承认了陆景琛怀疑的合理性。你觉得我会为了这点激情放弃你给我的安全、尊重以及掌管整个陆氏科技资产的权利吗？林婉直视住他的眼睛，语气充满了自信与自嘲。你看到的是他对我的眼神。林婉轻轻将照片放回桌上，语气变得柔软而充满牺牲。你没看到的是，我为了让他心甘情愿为我们卖命，必须付出多少情感上的代价。林婉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泪光，这泪光是为他和顾妍注定要终结的爱流的。顾妍他对我一直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我们刚认识时就开始了。他爱的是我这个人，不是我的钱，而我必须利用他这份真诚而固执的爱，来确保他所有的技术都为我们所用。景琛，你知道这种情感利用对我来说有多恶心吗？林婉的声音压得很低，充满了为了大局不得不忍受的痛苦。我必须忍受他对我的依恋，忍受他看我的眼神，甚至要假装给他一点希望，才能让他心甘情愿地将他所有的技术核心都交给我们。我是在牺牲我的名声、我的心情，甚至我的清白，来帮你驯服这个天才。这番话是林婉心机生涯中最顶级的辩解，承认证据，承认顾妍对他有爱意，这让陆景琛无法否认照片的真实性。美化行为，将自己的地下情包装成为了陆氏利益而忍受的情感上的色诱和牺牲，强调忠诚，将这份牺牲
提升到为了大局放弃个人清白的道德高度，证明他对陆氏的忠诚无可取代。对比利益，强调他绝不会为一个年轻才子的真诚而放弃陆氏的权力与财富。陆景琛的冰山脸终于出现了裂痕，他从不相信爱情，但他相信利益的权衡。林婉的辩解完全符合他对人性的认知，他不仅没有背叛他，反而是忍辱负重地为他拱服了最顶尖的技术人才。处理掉这件事，陆景琛的声音恢复了冷静，他没有提照片的事，但给了林婉一个明确的指示。当然，景琛，林婉轻声回答，声音充满了顺从。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顾言单方面的痴心妄想。林婉成功了，他不仅全身而退，还让陆景琛对他的信任更深一层。林婉成功将公众危机转化为对他权力的最终授权，在提交了一份缜密而无懈可击的资产重组方案后，陆景琛签署了文件，将他名下多数核心资产的运营决策权全部托管给了新成立的万年控股，而林婉是这家公司的唯一掌舵人。他最终赢了，他手中握着的权力已经足以撼动整个陆氏集团。就在签署合约的当晚，林婉没有回家，他直接驱车前往了与顾言秘密相约的那间酒店套房。这一次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掩盖，而是为了结束。顾言静静地等住他，林婉身上穿着白天见证他胜利的华贵礼服，但在他踏入房门的那一刻，他眼中所有属于陆太太的精明和算计都像潮水一样退去。他没有开口，只是缓缓地走过去，在顾言身前缓缓退下了那件华丽的礼服，那件象征住他胜利和枷锁的钻戒被他扔在了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这是一场没有言语，只有灵魂与身体交流的告别。他们将所有压抑已久的爱意、痛苦、遗憾和不甘都倾注在了这最后一场激情之中。林婉躺在顾言的怀里，那份温暖真实的让他想哭。在这片刻的欢愉里，她不是陆太太，不是金融女皇，她只是那个渴望被爱的林婉。激情过后，林婉枕在顾言的胸膛上，听着他强而有力的心跳。他伸出手，轻轻抚摸住他的轮廓，眼中充满了极度的疲惫与空虚。我拿到了，顾言。林婉的声音很轻，像一缕即将消散的烟。我拿到了我想要的一切，我手里现在掌握着数千亿的资产，我身边没有人敢质疑我，我在这个城市里已经站到了最高的山顶。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带着一种对自己的嘲讽，但现在我不想要再这么累了。他将这条权力之路走得太辛苦，太心机，为了今天，他失去了天真，失去了底线，更失去了他。我厌倦了算计每一个笑容，衡量每一次付出，扮演一个对住陆景琛甜笑，背地里却只图他钱财的女人。我的心，他已经被这份权力磨平了。林婉缓缓坐起身，那双曾经充满野心的眼睛里，现在只剩下对未来的茫然。顾言捧起他的脸，心疼地看住他，你不需要再这样了，林婉，现在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我们可以一起走。林婉的3个最终选择。林婉深吸一口气，看住顾言，也看住镜子中那个美丽却空洞的自己。他知道他站在一个三岔路口，这3个选择将决定他的余生。林婉再次紧紧拥抱了顾言，他已经得到了世界，但他现在必须决定，是拥抱这个世界，还是拥抱他自己。他看住顾言眼中的爱意，感受着手心权力合约的冰冷，他必须做出选择。他心里最终有了3个想法：一、爱情与权力的结合。林婉可以对外宣称与陆景琛的婚姻破裂，利用万年控股授予的运营权，切割一部分前进，足以支撑他后半生的资产，带走这份属于他的财富与权力，然后与顾言在一起。他们将是权力与理想的完美结合，他可以为他的理想筑起最坚固的长城。优点，同时拥有爱和钱；缺点，必须面对与陆景琛长期的法律和舆论斗争。2、权力的永恒孤独。他彻底切断与顾言的联系，作为陆太太继续生活下去。他将永远拥有最高权力，掌控陆氏集团的命脉。他将成为一个无情的金融女皇，在冰冷的权力顶峰享受孤独。他将永远失去顾言，但永远不会失去安全感。优点，绝对的安全和权力；缺点，永恒的孤独和虚假的生活。3、远离是非的救赎。他将万年控股的运营权转交给一个完全信任的第三方，或许是沈曼，自己只保留一部分资产的受益权。他将离开陆景琛，也放开顾言，拿着足够的财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去寻找那个已经迷失的林婉。优点，彻底的解脱和自由；缺点，放弃了他拼命换来的最高权力。最终林婉会如何选择呢？